那些年，一副牌，让我们从陌生变成朋友，甚至是终身牌友。而这份情谊，一直在我心中都没有忘记。打桥牌是锻炼逻辑与专注的过程。桥牌的意义不只在当下那局牌，而是让我们再次坐上同一张桌子。桥牌教会我冷静及判断。说真的，最开心的不是谁输谁赢，而是过程中可以跟一群朋友一起动脑、一起聊天、互相交流的感觉。其实玩桥牌不只可以增进彼此友谊，还可以让大脑运转、延迟老化，不断思考的下一步，也是另一种促进身心健康的方式。桥牌这项休闲娱乐也是一种很好的家庭与亲子活动，它其实玩的年龄层非常广，从小朋友、青年、中年，甚至老年人都可以一起参与。它可以打很久，也可以一直维持情谊的管道。各位，我们今年在一起打比赛好不好？什么比赛呢？超级大专杯怎么样？好啊，打。全台湾桥牌的爱好者跟玩家在8月份共襄盛举、齐聚一堂的这个盛会哦，超级大专杯，今年2.5是迈入第2届了。在8月9号跟10号连续2天呢，在我们台北木栅的政治大学四维堂进行比赛哦。那我们今天的比赛从早上的9点半一路转播，然后现在进入到下午场次了，大家刚刚用完午餐哦，所以这个很多血液集中到胃部之后呢，对于头脑的考验还有清晰度要持续的来考验这些桥牌的选手们。我是董金桥，持续为大家带来下午的转播场次。那搭配的奖评呢，依旧是我们2023年杭州亚运的桥艺混合组团体赛金牌，那同时也是这个桥牌自媒体的经营者，我们的陈冠轩教练，也是这个 QQ 教练。教练下午好。主播好，观众朋友午安。Q 教练这一次来这个大专杯，除了当我们的奖评，自己也有打这个 Switch 组的比赛哈，又出赛又奖评，分享一下这一次来这边的一些感想。其实当初接到这个任务很紧张，因为我通常打比赛的话会非常专注在牌本身，然后前一天会做一些准备，像是看巧书啊，把之前的制度拿出来复习，然后跟同伴练习叫牌等等。那这次还要上转播，可能就会训练到更多语言组织的方面。是，不过这个上午的时候，哇 ，QQ 教练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桥牌的一些细节哦，然后包含术语。好，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主转播的桌面呢，看到的是 BTU 的一场内战哦。这个 BTU 就是台大的桥艺社，他们也是培养出了非常多我们桥牌的好手。那是由 BTU 的老中青代表跟 BTU 好奇
双方都算是很熟悉的这个像好奇是我亚运混团的队友，那他本身是职业巧手。哇，这两桌的对决是非常精彩的。我们可以在牌桌上看到很多乔氏组，就是我们国内最高等级赛事的一个选手啊。所以这两桌子是巅峰对决。是。好 ，BTU 好奇是由黄友章选手搭档的是周靖杰，那在老中心这边是沈乃正跟陈永宏。对，像黄友章还有好奇，他们今年是代表我们中华台北的公开组，那他们即将前往丹麦去参加世界杯。是，哇，也为他们加油。好，那我们回到牌桌上，是我们的第一副牌哈，现在牌面上很快喊到了西家喊出了4黑桃，另外3家 pass， 所以合约成立。4黑桃，然后是西家的庄位是。喊出黑桃是因为可以看到东西家他们在黑桃的牌型上有 K 有 J 有 S， 所以点力还不错。两方相加有15个点，还有10个点，所以加起来有25个点，叫到有8张配合的黑桃成局是很合理的。那可以看到东西家可能采用的制度是不太一样的。那通常15、17一般打自然制桥友会开教义务网，那他们先打不一样的制度，就是先开教 AD 花，再打义务网。那不同的制度下交到同样的好合约。好，那先出牌的北家，另外一桌还没有，他们在叫牌阶段哈。我们是这个桥牌是同一副牌会在2桌同时进行。没错。好，庄家要试图完成这个4黑桃的合约。那以庄家的视角来看，方块会掉一副，梅花会掉梅花 A， 那红心你被顶出来会掉一副，所以要设法去避免这个王牌上的失等。那其实像这个黑桃打法，最高几率的打法，像我们有很多的牌张组合，那身为选手就是要去熟悉每一门牌组怎么打，可以吃最多副的几率最高。那这牌的话，我们通常会以 Spade A， 然后用 Spade 10飞过，此局会飞到南家的 Q， 就可以去避免失等。无论南家有 Q4 张或 Q3 张，都可以去避免失等。所以这牌依照最高几率打法，应该是可以成功的，可以成功完成合约。所以现在选手其实出牌都很快哈，也对，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对，因为这牌就是专注处理与王牌。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桌是不是好。另外一桌目前喊到的是2黑桃，目前也找到了黑桃的配合，对，目前也不会有什么悬念的交上4黑桃，所以2桌应该合约是相同的。那 QQ 老师以前也有参加过这个 BTU 的代表，那你觉得这个我们应该讲它算是一个社团吗？还是算是一个？对，它是台湾大学的侨谊社。侨谊社，那在里面的你觉得氛围怎么样？是怎么样让我们台湾的侨谊有这么等于是这么活跃的一个组织？因为我觉得台湾大学它本身就是一个人才济济的一个学校，然后都是非常顶尖的人才。那桥牌又是要求这种逻辑性思考、计算推理，那其实对台湾大学生来说可能非常有兴趣，而且在里面也可以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其实里面的氛围是还蛮欢快的，大家不仅是十分聪明，有的巧手甚至十分有创意，会研发属于自己的制度。对，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从众，就是选择大部分流行的制度去学习去进行比赛的时候去使用。那台大很多人才可能会自己研发制度，就还蛮有趣，为桥牌就注入很多这种新鲜的血液、新鲜的这种感觉跟变化。好，这一桌也没有悬念哈，喊出了4黑桃。另外一边我看一下看一下他们是看一下这个打牌的过程，看看是不是跟 QQ 老师讲的，对，就顺顺的把分数都吃下来。把红心提掉之后，选择抛方块10等，然后梅花吃到。他是选择了反飞了黑桃，就是没有就是比较没有按照这种几率的打法。那其实这牌就只要抓到 Spade Queen 去避免那第4个失等，其实就是要找对 Q。那看另外一边对于这种王牌的打法会不会相同？那他
他打 Spade Jack 飞过是希望北家有 Q 的时候我就可以吃到，因为照我刚刚讲的打法，如果用 Spade A、Spade 10飞过，这边有 Q 小或 Q 3张，就也是会输掉10等。只是刚刚我讲的打法的话 ，Q 4张在这边就是还是可以兼顾。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他会不会采用一样的打法呢？这就是胜负，两边拿到一样的牌，一样的合约。对。那看两边的打法会不会一样，就是制造胜负的一个关键。那看起来他应该是会打对黑桃的情况，因为他已经到 Spade， 除非他选择敲 Q 小，那这也是几率比较低的一个打法。他应该是，我猜他应该会飞过，是持续的在消耗。对，好，那他的确是以 Jack 去偷过牌，就是当南家有 Q 的时候，我用 Jack 就可以吃到这一副牌。好，那第一牌可能就造成了一个胜负。因为这一桌完成合约是420，另外一桌的1是50分，造成470分的分差。那第一排就有一些差距了。好，这边这一桌哈，现在第二副合约也成立了，交出的是2无王。这边东西加，刚刚我有讲说，它15、17会一般来说，我们打的一般的自然制会15、17开1无王，那他们果然不是打一般的自然制，所以他们开叫这个1无王是12、14，我们也俗称的弱无王。制度上的不一样，会造成叫牌上可能结果会不同。这也是造成桥牌胜负的一个蛮重要的关键。是。好，南家选择叫出2红星。通常我们对抗弱无王的武器叫 CAPP， 然后这个2红星可能会带敌花，然后他们就选择打到2无王。对，最后北家以2无王。对。那他这个2无王的出发点跟他讲在合约上的定。通常是代表我红星没有支持，因为我2红星叫出5张红星，那如果有红星支持的话，应该会选择叫出支持。那2无王之所以改走也是建设性，因为这个他人家是12、14，那南家选择出来盖叫，可能他有更多以上的点力，所以北家的2无王其实是一种建设性，去邀请有没有3无王这个成局的可能。那南家的点已经是盖叫的点比较算低线的牌，所以他选择 pass 打2无王。对，是这样子的。那桥牌就是我们互相沟通的武器，同伴叫了什么给我听，然后我应该要叫什么给他听，然后我们2个人共同去决定合约。所以2无王2+6这一副要打下8邓牌。8邓目前看现在手上的牌力，老师又要开始心算了。不过大家可以观察到这个红星的牌组啊，这个红星的牌组的分配非常的友善。我们可以打红星 A， 再打红星 Jack 飞过，就可以吃到5副的红星。那同时方块也飞得重。梅花的话也可以，不过看一下敌方会不会有立刻的6等牌。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吃5副红星，然后上手可以飞方块。好，另一桌才刚开始，速度稍微。另外一桌也是开了弱无王，所以2桌的东西放的制度看起来是比较相似的。这边喊出了是3枚花哦。因为可能他们的2红星是有带低花的，另外一边没有 alert， 也有可能只保证了红星。那现在很明显的 alert 之后，3枚花是 pass or correct， 就是说，我想打你的低花，就是我有一门低花有配合，那看你是哪一门。好，那南家就交出了他有方块，所以他们打到4-4的方块配合，看起来也是很不错的合约。是。南北家的方块这样加起来共对8张，8张，看起来是可以打到，5线，因为黑桃掉一个黑桃，一个梅花，然后红星方块飞中，红星也分配非常友善。是。另外，刚刚我在另外一桌有讲到红星 A， 红星J飞过就可以全吃。好，手工打出了7方块，方块7，选择手敲网。在4-3-3-3平均分配的情况下，同伴可能有些许点地去防止桌上可能的网次，这可能是手敲网的理由。一个理由哈。所以第2副牌双方的合约就出现了一些不一样了。对，那看起来都可以顺利的完成合约。
那其实在这种点力不足，然后有王牌配合的情况下，两无王可能我们会比较少会选择这个，因为两无王合约就是要靠点力去吃银盾，对，包括两无王也是很尴尬的一个合约，就是两无王当万跟超一都不好，因为超一就等于说我三无王可以完成合约，那当万我就要负分，所以两无王对桥牌来说是一个蛮尴尬的合约。尤其在这种我有高花有低花有低花配合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去打 partial 这种低花部分合约。好，出牌之后，北架再思考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牌面哈。因为如果你必须要出方块的话，他在思考 Q 跟 J， 在这个时候丢出吗？老师跟我们一起推演一下。对，但是打桥牌的第一蹬是非常重要，所以第一蹬通常会停下来想很久，可能想的并不单单只是这个牌组应该要怎么打，而是后续的规划。没错，我记得在主打阶段的部分，第一蹬可能占了30%的胜负，就是非常的对，可能一开始想说，那我就飞牌，可是后续可能桥椅的处理啊，或者后续的演变，第一蹬可能非常的重要。好，他决定打出他是牌面最大的 Q， 去飞到东家的 King。哇，所以就把3个大牌都对拉出来了呢，所以可以现在确定这个方块是不会有失等。现在选择建立红心，先拉个黑桃，因为东家开教义务网那个 spade A 中的几率很高。好，这一蹬由东家的 A 拿下，看他拿下之后会继续打黑桃吗？还是转一下打梅花？不过同伴手敲王他可能会。怕，不过对他应该会继续。对，因为南家已经表示出这个红心跟方块，那应该不会有要往吃黑桃的问题。对，那因为庄家他是没有这样的上帝视角的，所以他都会以自己的牌，然后孟家的牌，然后去思考。像我们全局来看是很轻松容易完成合约，但是我们在桌上是看不到的。我们只能去尽可能的挖掘，去掌握更多的机会，去选择几率最高的可以完成合约方法，而不是去吃最多的。就是我们桥牌的赛制有分为 INP 跟 MP。对。那我们正常的国际赛，我们就是打 INP。大家可以看到这个11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分数换算成 INP。对。但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赛制叫做双人赛，是 MP 的算法。这两者差很大的地方在于，打 INP 的赛制，我们尽可能完成合约就好。因为像这个超蹬啊，我们4A 桃 make 就有420，然后4A 桃超一就多30分，那个就只有一个 MP， 根本就对胜负不会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但 MP 就大大的不同，我们要尽可能的吃到最多赢的，因为它那个分数啊，我们只要赢+1，我分数比别人多，我就可以拿到最高的分数。所以。我们在 INP 的策略上就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这个制度就尽量是完成合约就可以，而不要去让合约做冒险。因为有时候我吃更多等是要有代价的，万一牌不是像我长得这样，我就当万变成超一变当万，那是一件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就不要去用这个高风险换低回报。对，我就是确保可以完成合约就可以。所以这牌庄家也要思考啊，如果 spade 不中。方块又是4-1，我现在应该怎么去完成合约？没错，这一张思考了蛮久，我们等待一下。目前在桌上的 BTU 老中青，我们看到这个南家沈乃正先生，也是我们中华民国桥艺协会的理事长。没错，那他也是乔氏祖恩公开组的常胜军。是，所以今天的大专杯理事长、秘书长，然后 QQ 老师、杨老师，还有对我们的亚洲桥牌王黄光先生、台积电创办人张忠先生都来到现场，所以今天我觉得应该已经来了台湾桥牌界半壁江山，对，都在今天的政大了。对，那大家也是抱持着想跟老朋友重逢，因为桥牌让我们互相连接在一起，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氛围。是。那其实这个沈乃真理事长，我认识他很久，在我第一次出国打比赛，13岁的时候去土耳其，他就是带队的教练。哦，土耳其。对，当时在土耳其的哪个城市比？那个城市在那个
伊斯坦堡，伊斯坦堡对，在比首都，啊对对 OK 对那。吃还吃得惯吗？吃哦因为，就是每一餐都是沙威玛，然后、哦，沙威玛然后其实秘书长也有跟我们去，好所以就是理事长、秘书长都有跟我们去。是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吵着要吃土耳其冰淇淋，哦，土耳其冰淇对，淋然后秘书长就很无奈的，然后请我们吃，是然后是是我们就在那边被玩。啊，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对经验但是我们6个女生是第一次出国，嗯然后抱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去挑战。那次的成绩好像也是大概一半赢一半输。那时候我们年纪是最小的，我那时候只有13岁，哇，而我们是打女青 U25，所以25岁以下都可以打。都可以打。那我们嗯13岁的小女生去挑战，已经是还蛮厉害的一件事情。是是是，对。每一次的出国，我几乎生态镇的理事长都有来带队，包括我14岁那年又去泰国，那他也有去。所以大家也透过对桥牌这门技艺哦，也获得了很多这个出国交流、对比赛的出国比赛机会，交流这样子啊。可以借此去认识不同国家的桥手，他们怎么训练啊？那 QQ 老师去过这么多国家，跟这么多桥手交手过，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国家的选手他们的特质让你是留下深刻的印象？像我觉得波兰吧，他们有自己特有的制度。波兰对，他们是打波兰精准制，那确实在制度上可以发挥蛮大的一个作用。他们可以叫得非常的精准，那包括他们的主打也非常的犀利。这叫打俱佳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难击败的对手。OK，对，哦。那像中国的话，也是叫牌非常凶狠啊，叫打也是俱佳。包括我上一场有讲到，他们 partial 也想得非常的凶，是一个侵略性很高的对手。那像有些国家可能就会比较保守一点，像泰国啊、日本，可能不知道跟民族风情有没有什么关系。我发现他们可能桥手风格上就会很保守，就不敢侵略性，不敢多叫。那可能在桥牌上还是尽量要以积极有侵略性为主，会胜率会比较高一点。好，南家教出的特约，我记得他们的特约是2门高花。一下就表示了自己有2高，然后串教的牌。看北家会选择哪一门高花为王牌？他选择了2黑桃。2黑桃，没错。现在南北家的黑桃量加起来8张，包含 QKS 都在南北家的手里。他就打到，因为2边的牌力都不是很多，就是串教的牌，然后他也北家也没有到邀请点，因此就选择停在2黑桃。那西家这时候反而是拿了2门低花，那知道敌方2高，看他会不会选择平衡赌背。好，最后选择 pass， 让2黑桃成立。好，刚刚第2排的话，如我们所述，这个2王跟3方块都是相当的安全的，所以就只有小小的 difference。那低花的分数是最低的，然后低花成局要吃到11副，所以低花通常是比较后面的一点选择，就是它分数低，成局要的邓数又高，所以这也是造成为什么有2个安皮的差别。那我看一下另外一桌。另外一桌在第3排是选择了 O pass， 没有人叫牌。O pass 到至今天比较少见的对情况。O pass 其实非常的少见，就是因为都没有人要叫牌，就这牌会收起来没有打，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分数。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会让牌手去做这样？就是通常比较消极的决定。第3、4家会开教会稍微积极一点，1、2家通常会叫，就是依照我们开教的那个规则去 follow。那第4家考量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如果自己第4家 pass， 这牌就没有合约了。你要想说，我开教能不能获得正分？因为你开教之后也可能被敌方抢去，比如说我开教个1枚花，那敌方可能有2高花可以打。所以通常我们考量的是高花比较容易抢到合约，因为叫价比较高，所以通常我们3、4家会比较去注重高花。好，所以这边就少打了1副牌。所以他们进度会稍快一点。我们看他这一副好了，东家应该是一样开叫若无王12、14，然后西家选择转换。
哦，他这里有打解释，他们打若无网，所以2方块不是转换，2方块是他说 game forcing， 他是 game forcing， 就是我们一定要叫到成局，叫到成局前不会停下来。然后这边转播员有帮我打解释，也表示他有4张以上红心，那他们找到红心合约就打4红心。哇，其实桥牌的这个转播员也观察要很仔细哦。我们通常是怎么样的一个资历可以去担任桥牌转播员？是在上面按吗？对，就是在旁边帮我们做这个牌型。这通常不会有，不用太多经验。像我们梅竹赛都是派学弟去，派学弟去，就是还不会打牌的学弟去按。先从这个开始学，这样子。对，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可以就是照着牌出，看一下跟自己想的有没有一样，因为基本上是照着他们出的牌按。对，然后他们有什么解释，然后看一下，然后输进去，或是自己可以拿到他们的制度卡，或根据自己的经验去 key 解释。好，看一下这个4红心，目前是一副都没有掉。东西家连续的拿下邓数。好，看起来这个4邓梅花，我们。对，因为其实这牌没有什么好打的，对，就是对这牌是铁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5副红心，然后2副黑桃，然后4副梅花，加起来就是11副牌。是2个黑桃 A King， 然后红心有5副牌 ，Q 会掉下来1、2、3、4、5，然后梅花有 A King Queen 勾就有4副，所以2加5加4就是11副牌，就是只掉了方块 A King。盘面非常清楚的哦，这牌是个4红心的好合约。那现在这牌还在打2黑桃。另外一边选择 Opass 的牌，看起来黑桃不会有失等，然后庄家肯定是要去建立红心，猜他会继续敲网，然后去引红心。看红心他的打法，那红心如果是排到 King 的话，会掉2副红心。2副红心，1个梅花，2个方块。那红心有2个打法嘛？他可能通常是到 King， 然后希望外面3、2 A on， 那他可能也有一点小小的机会是摆到后面的 A 小。那通常就是可能就是看你怎么打，但通常情况下我们就是以最高几率打法，只要 A 在前面 A 3、2，尤其这个西家。刚刚是谁？哦，他没有手工红心的话，这个红心 A4 张在后面的几率几乎是没有的，否则这个单张容易手工，所以他就正常的打了这个红心 A 在东家的打法。好，那现在看起来合约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因为他已经打对了红心，然后红心只会掉2副，所以就手上也有2张黑桃可以去 cover 敌方的一些攻击。所以就刚好打了，所以另外一边 Opass， 然后这边2黑桃做成，然后获得了3个 MP。所以刚刚如果这个第4家他选择开教的话，很可能会让敌方就打到这个2高花，所以这可能也是第4家可能看到自己没有高花收起来的一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这牌另外一边打4红心荡万，还没有仔细看。4个点，他可能会开教1方块。义武王他们也是打，我记得他们是打14、16哦，对他们这边是好奇跟狗，我记得他们义武王 range 是14、16，所以选择开了义武王对抗义武王。看他们对着这个义武王有没有规定什么对抗。看起来这个是一门牌吧，猜想是一门牌，就是他有一门牌主想要出来叫牌。因为这副牌型就很特别，因为东家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黑桃，没错，有天缺。那像这种有6、4长王牌的牌型，其实在我们这个主打牌值是增高的非常多的通常有6、4的牌型，在听到配合的情况，我们很容易就会叫到成局。因为像敌方有 A King Queen 勾10个点，但他们却1副黑桃都吃不到。这就是所谓这个牌型的力量。那这个2方块应该是让同伴叫出自己的牌组，如果是方块的话，我就 pass。那如果是其他牌组就叫出来。那我猜想这个赌背应该是力量，因为同伴有14、16，自己有力量。
来北家做一下思考。哇 ，pass， 然后东家追到，东家就叫出自己的牌组，没错，东家最有利的就是他们的红心，对，叫出他的长红心，那应该不会收起来，因为你的同伴已经表示出了力量，不会让敌方便宜的就打到这个低阶合约。那他最像的叫品可能是破半赌背，就是告诉同伴，不好意思，对，最像的叫品是回牌，他可能想要打解释，对，好。就是他表示说他不是处罚，通常我们赌背可能最后是处罚，那现在并不是，而是告诉同伴说我想进教，是机会来了，我们拼一波，也不是拼一波，就是告诉同伴说，你有想要知道，同伴搞不好4张黑桃，我们可以打4黑桃等等，就是要同伴去介绍他的牌。OK， 好，那我们就看待会南家。看东家有没有想要再次强调他的红心，因为他有6430这个比较特别，但是现在局势有点不太一样，是北家开了遗物网，那南家又表示力量，那自己手上有14个点，你可以预期得到同伴不会有多少牌力。对，大部分的红心都集中在东家手上，在队友西家上面也只有2张，而且都是小牌。那这牌是红心，没有办法成约，是因为你的梅花 A King 网吃，然后去掉一个方块，然后2个红心是一定要掉，所以你的梅花要去做处理。如果敌方敲网的话，就是先打红心 A 红心 King 的，桌上就没有王牌可以网吃。看一下另外一桌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去没有成约。另外一桌就是一样的牌，它是看一下。看马梅花 A King 王吃之后，他找到了方块王吃，对他手工了方块，最后找到了方块王吃，所以也是没有办法活，有2条路都没有办法活。东家没有再出来进教，在赌背之后没有出来教，然后现在到了3梅花，又到他的选择。其实他的失凳算是蛮少的哦，看他会不会在这个情况下出来叫3红心。因为他就是偏主打的牌子，像防御的话，可能最多就是吃到一个黑桃王吃梅花 A King 是很可能，对主打来说是比防御有利的，这就是所谓的主打的牌子跟防御的牌子是不一样的。这算是一个进教的一个考量。另外一桌打的比较快一点。这2天的超级大专杯也是安排了 QQ 教练跟杨兴隆教练从更多的这个面向来跟观众朋友介绍桥牌的魅力像 QQ 教练本身除了自己是牌手之外，也有在经营这个桥牌的自媒体对，我发现您现在应该是这个市场上独占市场的。当时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当初是有一个朋友有推荐我可以开始做看自媒体，那他本身是魔术方块方面的，那刚好那一年我没有，就是我在大学毕业到升研究所中间有空了1年，对，那时候刚好是比较有时间可以去做发展执行，但这条路也没有这么的容易，一方面是没有经验，然后桥牌也比较冷门，是，然后对，那可能有兴趣的人并不是这么的多，那我想要想办法以比较有趣然后短影音的方式去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没错，所以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桥牌少女 QQ， 对，还有老师的 IG 对于桥牌有兴趣的话都赶快订阅追踪起来。对，那上面目前有迷你桥牌的教学影片，对，还讲蛮清楚的，有才是8分钟，那就可以开始跟朋友玩迷你桥牌。对，像我们交大的新生，其实活动也是教迷你桥牌，对，这算是比较入门。那其他可能我会拍一些像台湾的赛事啊，台湾其实像这种超级大专杯是还蛮有趣的一个赛制，其实。台湾桥牌还有很多有趣的像是星座杯，对，对，生肖杯，对，那这种就是同一个星座、同一个生肖才可以一起打牌，还有新春杯啊、团拜
赛啊这种节日满满的氛围下，可以跟桥友去见到面，讨个红包，要个月饼，也是蛮有趣的，故事性的哈，所对以也都在老师的这个频道里面会陆续的跟大家介绍。对，那目前也有在规划要拍摄这个合约桥牌的教学，哦，要准备一下哈，比较深奥一点。因为对，其实去年就有预计要拍上去，然后乔友说你可能拍的太难了，没错，因为像我有时候听老师解释，我脑子都要思考一下哈，对，所以尤其是要走这种自媒体，然后让一开始没有什么基础的人，应该说是深入浅出哈，其实蛮考验表达能力，但我们相信 QQ 老师一定可以做得到的。这排让放打3枚花，没有再出来进教红心。那现在局势应该是只会再掉一副王牌 A， 因为西家也没办法再上手。对，西家全部都是黑桃，都是没有办法黑桃了再上手了。然后东家用梅花 A 吃起来也无计可施了。就庄家都可以，无论回什么都可以往吃桥底往，然后黑桃都好了。好，那这牌南家这边会正110。其实拍这个桥牌教学影片非常的困难啊，因为桥牌有非常多的面向。包括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教桥手说，有12个点就开教，那这究竟是对或不对？那一开始老师可能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么多，而是你要经过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判断，然后再去跟老师学习，然后根据高手之间的经验学习，那非常的困难。因为桥牌其实不太有太多的绝对的对错，对，那当然也有会赢的型，会输的型，那就是看哪个赢的型会几率比较高，期望值比较高。那这也是桥牌进步很难的地方。是，老师有没有观察到，可能有一些新时代他们接触桥牌的方式是所谓的打这种网络的赛制啊？那网络赛可能已经打得很熟悉了，但是实际上打线下的比赛，会跟他网络上有落差，会有这样的状况吗？就像有些人他打线上麻将很厉害，但是一打到现场真人的，好像就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就不知道。不知道。看起来，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一开始学习桥牌都是实体，是直接从实体开始学。对，我很少去打线上。对，之后开始，比如说国手练牌才会开始在线上。对，其实我一开始是非常的不习惯的，但是我太习惯实体牌，一转到网络上好像就不会打牌了。不会打牌了，对，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落差。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喜欢用网络打牌，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就是整个习惯的感觉就不见了，少了一个人跟人这个面对面的感觉。其实，在面对面的情况，你还是可能会稍微察觉到，这个坊家有所迟疑。比如说你在跟黄教练打牌，这么厉害的一个人，他竟然在这时候有所迟疑，你就知道，牌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就是他在想的时候，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而这种比较难以察觉的叫 table sense，可能也是在实际比赛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错，我们牌桌的所有都有这种 table sense， 像德州扑克的 table sense 就很重要，因为里面有很多这个尔虞我诈，对尔虞我诈演戏的部分。没错。尤其在网络上练啊，这个人想很久，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网络断掉，他可能只是不是在想，而是他可能去了厕所，或者是网络刚好卡住，然后对这种就没有办法察觉这个 table sense。因为有时候，就算即使知道自己最高几率的打法，你可能根据你的 table sense， 你还是会可能改变你的当下的选择。因为毕竟当下，就算你做出最好的决定，你也不一定会赢，而是你要靠当下是不是真的有猜对这一型。是。其实这是自己也要知道正确答案，然后加上自己的观察，所以也是还蛮困难的。所以才会发现老师平常打的这个练习量蛮大的，对，所以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练习量。对，因为尤其在长赛程的情况，你的体力不可能一直保持在巅峰，所以你必须要经过这种大量练习，去熟悉这种牌张组合，去达到说你靠直觉就可以做出对的决定，不会去犯错。其实这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可能随时脑力都在 max， 不可能每一排都有办法有这么多的精神力去想清楚。是这种靠直觉去做出正确反应就很重要。所以老师大概是在接触桥牌多久才
发现，自己蛮有这个部分天分的。天分哦，就是因为刚新手很初期的时候，肯定不知道自己到底算好还是坏，一定是达到一个程度，发现比起同龄人，这个获胜的几率高蛮多的，掌握度啊各方面，然后才觉得说，愿意来这个深入的发展这项运动。其实很丢脸的，一开始我并不觉得我有特别的地方，尤其一开始打桥牌是蛮不开心的一件事吧，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打牌，可能那时候啊一些观念啊人际关系并不是太的成熟，是讲出来有点丢脸，就是那时候我小4吧，那时候我们在新竹打一场比赛，然后我很清楚我最后一排错误赢了黑桃4，是让庄家的 Spade King 获得了需要成员的那一等，所以我们就因此从第1名掉到第2名。所以你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对，然后可能那时候我们都是小屁孩，都是小孩子，然后在拿奖品的时候，我们就奖品就比第1名少了。然后我的队友就说不要给他，他都乱打，然后我的玻璃心就破碎了。对，就那时候其实对桥牌有一些阴影。是，但后来我一直在不断练习，然后发现，只要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多练习，然后慢慢的去获得成就感，也开始不断的去跨组挑战，就是不再只是打学生赛，然后会慢慢认识更多的人，然后会发现自己想要在牌桌上去思考，然后去获胜，这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又可以认识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就是也很希望自己能够不断的精进，然后获得胜利。对，也是花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这种在桥牌上的 EQ 也是很好的训练，就是怎么跟队友沟通啊，同伴沟通，这也是小朋友可以学习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桥牌是跟一个 partner 合作的，对，还有队友之间要相互体谅包容，然后在成绩可能不好、气氛不好的时候，要怎么拉队友一把。像黄教练，就是我们有第一场转播的黄教练，他就有提出这个10大减伤心法。那其中有一项就是适时的激励，然后适时的安慰。那他就以那个篮球赛为例啊，他就是说，如果队友不小心跌倒了，你要去扶他一把，告诉他没有关系。那其实，在桥牌上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打这么多牌下来，我们队友不见得会把所有怎么自己表现的好的牌拿出来讲，那也好像怪怪的。所以我们身为队友啊，就要去鼓励队友，找出队友努力的地方，你告诉他说，你这牌表现得很好，或者是发现队友叫到一个很好的满贯，但是因为运气不好当掉，你要去适时的安慰队友说，你们叫得很好啊，那个运气不好，我们再加油，这才是一个团队之间一个很好的合作。要学习给予很多的情绪价值，没错，就是这样，队伍的气氛才会很好。是，所以打桥牌除了是训练脑力也是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对。那有遇过这个脾气很暴躁的桥手？那肯定是有的。脾气，对，那这个可能就有点难控制。对，这当下明明就已经就是想到了这么多，然后可能同伴或是没有照你的想法去做，那可能会感到很气馁，或是很懊恼。对。那这时候还是要训练自己，就是不要生气。对，那这也是要训练自己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说牌如人生啊，在人生可能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也不能就是开始暴怒，然后指责队友。那这是在桥牌上可以训练到很多待人处事的道理。是。好，第8副牌进入到尾声了。现在南家剩余的手牌全都是黑桃。看起来目前是掉了3副牌。那这牌看起来王牌是不平均分配，所以他还要再输一等给 Spade Jack。这样就是档1。这桌的进度还蛮快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桌。是。那这桌的浩晴跟狗也是一对夫妻。对，那我在15岁还是16岁的时候去参加他们婚礼。对，所以太浪漫了。也是透过桥牌结识了很多忘年之交。忘年也没有，跟浩晴很年轻的，就是大姐姐，差不多。对，那时候他跟狗，我记得是长跑爱情跑12年吧，然后狗还有去国外留学。那这样的远距离的考验下，他们最后修成正果。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婚礼非常的浪漫啊，有扑克牌的气球啊，扑克牌的装饰，还有桌上有一些扑克的摆饰。我们连桌子都是用这个 BTU 老、BTU 中、BTU 轻去分，就是因为他们之前共同好友非常多的桥友，我现在都还记得。
非常的浪漫。就是这样，因为桥牌认识，然后举办一场很盛大的桥牌婚礼，哇，一直是我很憧憬的一件事情。是。好，这一份第6副牌的合约是由东家当庄，三梅花跟另外一桌的合约是一样的。东家叫出了6次以上的牌型，然后最后决定打三梅花。那这牌的三梅花应该是可以跟另外一桌一样打到超2的。目前4、5牌都没有任何的 difference。那看起来第6牌也会是一副平牌。那这桌的东西家其实我也是认识蛮久的，他们在张忠谋周末巧聚的时候，都是他们负责去找人，然后一起跟张忠谋一起练牌，所以通常去跟张忠谋先生练牌的时候，就会跟他们当队友，然后我们就会2桌都打到，所以都是熟面孔。练牌上，平常你们这样练牌跟实际比赛，你们心态上的不同的面向准备会是什么？会不会给自己练牌的时候就设定说，我今天要达成一个跟平常不太一样的目标？其实这有分2种人。像我的同伴啊，他就是觉得，练牌就是要靠直觉，就应该要做对，所以他在练牌上会是比较轻松的状态，或是想要试验的状态。他会比较直觉性的，对，比较直觉，而且他会想要测试制度。他不说这牌是不是叫这个才是最准确的，而是他想说测试一下我们同伴之间的默契跟约定是不是跟他想的一样。所以可能在练牌上可能会有比较多跟平常不太一样，对，就想要测试更多，去像是玩起来，让同伴看一下同伴的反应啊，测试我那个正式赛的时候他能不能接得住球。所以可能在练牌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太一样的结果。然后像我们亚运队的队长，他观念就不一样，他觉得练牌就是要跟正式比赛做到最好，所以他觉得练牌比正式比赛更不应该出错。所以这2个人的观念就有差很多，非常多。那队长反而觉得在正式赛的时候，我应该犯错了要赶快放过自己，才可以去进行下一副牌。而我同伴反而觉得说，正式赛我已经要想到极致，就是表现出自己最好。所以这2个观念非常的冲突。所以大家在一个团队里面也是对有不同的想法，各式各样的智慧然后大家取一个最大的共识。这样。那我自己的话也会觉得练牌是比较轻松的一件事情，在正式赛我反而会给自己比较大的压力。好，这桌的南家先开方块，西家凭借了15个点，2高有些支持去赌背，没有去盖义务网。他敲错了吗？他应该敲错了。敲错。对。他怎么？应该是，北家应该是不会叫2方块，除非他们有特约吗？也没有 alert， 应该不是吧？可能是，不太确定。好，我们待会再看，有可能是这个记录员按错了，或是怎么样。但目前是东家叫出了2黑桃。那如果要继续维持2的账面呢，就只能喊无王了，或者是要把数字继续往上加。这里直接加到了3方块。那可能他们2方块可能是红心吗？因为现在南家又再叫了一个3方块，有可能误会吗？看一下南北家的方块加起来其实也就6张，对，6张而已，所以是不太是平常的事，对，不是平常的情况。反而红心比较有优势对，红心有6张，那可能是2方块，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约定。那东家的视角来说，他有5张黑桃，那对到9张王的几率还蛮高的，所以看他会不会再次抢叫3黑桃。对，那他果然去抢叫了一个3黑桃。那这时候西家是赌背的高线，看他会不会加叫一局。尤其有一些号码这种 10-9 虽然在这个高伦发明的这个计算牌点不算点，但其实它是非常有价值，只要中间张的价值。像这种勾 10啊 10-9 都是可以发挥这吃大牌的点的，对，所以它是最高线有些号码，所以也有4张黑桃配合加叫一局。看起来合约是跟另外一桌是一样的。好，最后是以4黑桃成立。对。
那我看一下这个四黑桃是南家手工，西家坐庄，北家南家手工，抱歉。对，南家手工。那我猜想南家是觉得方块是有配合的，所以先手把方块觉得是自己的长门，我们两家的长门去看桌上的牌做这个判定。手把 A 通常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是 A King 这种连号，希望能找到网吃，3个原因啊。第二种是就是要吃影凳，那第3个是把 A 看情况，因为我手工了之后才可以看孟家的牌，所以通常这种把自己的长门不太会受伤情况下，可以去看孟家的牌，再来决定下一步，因为孟家摊下牌来才有更多的资讯。好的，其他3家都把自己的小点给打掉。北家同伴是跟了一个大，代表不欢迎，那我们应该是大小欢迎。看到桌上的牌应该也知道不欢迎，是，就其他大牌都在桌上。尤其像这种不可能欢迎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做花选，希望同伴转攻比较高的花色。看一下这个4黑桃合约，会再掉一副红心，一副梅花。看一下另外一桌的4黑桃的攻防是怎么样的。手攻红心，转攻梅花吃顶，吃到了3副牌。对。那由于这个，南家是没有开轿的，选择飞过黑桃去完成合约。其实像这种9张王的打法，是打法飞 Q 跟敲 Q 是打这个几率是非常有限的，所以 A King 的几率我记得高一些，所以这2个打法其实非常的相近，那就可能看庄家当下的判断。那看一下这桌的东家会怎么处理王牌，但是这边有一个更多线索是南家开轿了，那他应该会握有更多的点力。那他手攻方块最多 A Queen， 这时候红心 King 又不中，代表南家只有 A Queen， 然后他又没有转攻梅花，他可能没有这个梅花 King Queen， 所以可能抓对死龟 Queen 的几率是比另外一桌高很多的。这桌有另一个线索，就是南家有开轿，但另外一桌没有，所以另外一桌打对是非常厉害的。这时候北家要想要回哪一张牌？由于同伴没有手攻红心，是单张的几率很小，所以应该不太像是找到红心王吃，他可能会回攻梅花。对，继续回红心，是其实都是可以。好，西家再拿下一凳。那我猜想这个东家应该是会飞南家的 Spade Queen 去完成合约的。那这牌可能也是一个平牌。所以把黑桃留到最后再做急发嘛，因为现在东西家的手上的黑桃还蛮多的。通常我们会去敲光网，那这是防止敌方去做网吃，除非我们有想要挖掘更多的线索。像他现在是可以有安全的打法去打梅花，去发掘南家是不是拿梅花 King Queen 的。但即使拿了梅花 King Queen， 然后方块 A Queen 很可能也不太会开轿，而且他又没有转攻梅花的情况下，我猜他应该是会打对的，因为南家已经开轿，除了点力又只有方块 A Queen， 看起来又没有转攻梅花 King Queen 的情况下，应该是会打对。可能还有一个小线索是，如果南家真的拿了梅花 King Queen， 那北家都是梅花一堆小牌，是很可能会考虑回攻的，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线索。就是经由房家的一些行为，我们可以推测是一牌是不是我想的那样。那我们看另外一桌的新的一牌，
家16个点开交1-5王，然后西家这时候以3线，不是2线，而是3线去做串交，代表长的黑桃，长门的黑桃去做堵击交。这样东家应该就接收到他的资讯了哈。对，东家在想他可以补2副牌，他是否足够夹角4黑桃？那同伴就必须要吃到8副牌。我猜想他会 pass， 因为这样同伴要吃到8副牌。他选择比较积极的叫了4黑桃。那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在这牌。必须掉一个红心，一个梅花，一个方块。在这牌，如果黑桃是平均分配，也就是说，如果这个9-5换给北家换一下的话，对，那就可以完成4黑桃合约。就是在平均分配的情况下，王牌不会有失等。但这牌很可惜的是没有这个机会。这样就会形成2打1的一个状况吗？还是没有？没有，就是通常打我们敲网就是打王牌，去希望把敌方的王牌敲光。是。那这牌掌握南家是强5网的资讯，可能也不是太有用了。在王牌平均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这牌东西家是比较积极的交到了4高花4黑桃。不过我猜想东家的想法应该是这样：南家已经开了强而有力的1-5网，而在同伴还愿意在这个情况下在有身价情况下串交3线，应该会比一般的3黑桃还要来得好。因此有2个 A， 然后又加上这个南家在同伴的前面，他可能比较积极的去加交4黑桃。那可能也如他所想，这牌平均分配就可以打到4高花，可惜不从人愿。那现在因为由于极端的分配不均，他也是要掉2个王牌。对，他必须让这个勾9吃到2副。对，那比较运气不好，大概2-2分配的几率大概是40%，所以他大概有40%的几率可以完成这个成局。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桌，比较落后一点。另外一桌果然也打对，所以也是几乎是个平牌。东家开叫1红心，南家盖1黑桃。那这个北家的2红心应该要 alert 一下，就是敌方已经开叫自己的花色，然后我再叫敌方的花色，一定不是自然。对，所以它是代表了我黑桃支持，然后 pass hand 的高线。好，因为东家有牌型，决定把牌型叫出来。那南家知道同伴有邀请点，有可能会加叫一局，尤其在3梅花之后，自己的梅花 A Queen 应该是可以吃得到。就是他可以预期说这个 King 应该是在东家，所以自己的 A Queen 可以吃得到。这就是所谓动态的牌值的估算的变化。好，最后由南家喊的4黑桃成立，跟另外一桌是一样的。那西家几乎是理所当然的手工单张，因为这是同伴的牌组嘛，那自己又是单张，很希望可以获得王吃。盘算应该是这样，手工红心王吃，那希望能够在同伴再有一张 A， 然后再获得王吃，就很容易可以击垮这个合约。房家的东西方先出单张的4红心，北家思考一下，北家的红心还蛮多的哦。南家应该可以很正确的掌握现在的分配，因为东家已经开交1红心了，那他保证了5张以上的红心，所以西家很明显的是1张，对，所以其实他可以掌握这些分配，是，所以他应该是可以预期红心，他来计算一下，对，计算一下自己的失等，那看起来很明显的会被红心 A 红心王吃。那东家回的这个2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讯号，就是希望同伴回攻梅花，就是自己梅花有大牌，因为他打哪一张红心，同伴都可以王吃嘛，所以不管打哪一张红心，
都是一样的结果的话，攻哪一张就是会有一些资讯上的关键。因为他可以选择红心 Q 嘛，红心8，但他没有这么做，他而是攻了2，代表他自己梅花有大牌。那西家显然是希望说东家有 A， 那他就可以再获得一次网吃或身网。那其实又有一个有趣的点哦，它是回攻红心2，而不是比较大的红心。那对着桌上 A Queen 小，如果有 King 的话，应该会想要同伴回攻方块，所以这时候南家应该是可以。如果这个红心2没有骗人的话，应该方块 King 应该是长在这边。当然，这是一个桥牌是个尔虞我诈的世界，我当然可以回假信号，说，其实我有方块 King， 那希望庄家能够打错。这里可能也是一个选择，就是在指引同伴跟欺骗庄家之间要去做一个抉择。那我们的原则是，通常就是指引同伴，除非同伴在已经很清楚，或是你知道自己可以防弹合约的时候，通常才会去考虑欺骗。或是对同伴来说没有差别的时候，会考虑欺骗庄家。打出梅花8，这一桌比较快已经进行到第11副了。对，尤其他们前面有一排 O pass， 等于少打一副，节省了大概7分半钟。这牌是北家主打3五王，西家有盖教的情况下主打3五王。像这牌庄家可以直接掌握一个资讯啊，因为西家直接盖教一红心，代表他5张以上红心。那我们加起来又有8张，那等于说外面的5张全部在他手上，这是我从教牌就可以掌握到的资讯。那可能在主打来说是很关键的。这样怎么可以利用这个资讯的优势去迫使东家去垫掉很多无谓的牌呢？对，有办法吗？是有办法的。如果一直出红心的话，东家就必须一直垫牌。但是现在的情况下，我现在有5、6、7、8、9是连号的，所以其实，我可以去反建立这一门是没有关系。但现在这牌我们应该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方块身上，这个方块是长门，我们可以建立。那东家的手工其实他自己也是有考量的，他有5张黑桃，有5张梅花，又有3张方块。那他为什么会选择攻击梅花呢？这是因为北家的 double 对着一红心赌背，通常保证有另外一门高花4张以上，所以他知道庄家有黑桃的情况下，他去选择了攻击梅花。那通常攻越大的话，我们会越保证没有大牌。那他最大只有 10 没有大牌，所以他选择攻了第2张，这也是我们所谓的手工的约定。所以同伴看到梅花8，大概可以拼凑出梅花这一门的情况。那随后他应该会发现说，庄家有5张红心，因为同伴会点牌。那从这个情况下，等一下打方块，北家又只有跟1张，他就可以把整副牌的全貌拼凑出来。所以我们防御上是不断的根据教牌去搜集线索，那打牌的时候动态的去更新，我预想的庄家的牌，然后去描绘出整副牌的情况。就是跟侦探一样，根据每个线索补起来，然后最后却可以跟柯南一样找到凶手是谁，找到真相。尤其在按照自己的这个想好的剧本套路走的时候，那个成就感会很大。对，非常的非常的好。就是在教牌上自己都有一个蓝图，会有一个最希望达到的合约，然后根据这个教牌这个约定，让同伴一步步叫出说，是不是真的我想的那样？那如果真的是的话，我们可以达到什么合约？那个成就感是非常的重的。对，经过想象，然后去想方设法去问出来，是不是真的是自己想的那样？是。好，这一张思考的特别久，老师觉得主要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刚刚是谁吃到？刚刚是，刚刚是桌上吃到，没有盖。他可能想的是，我现在要建立方块银盾，但是桌上是缺乏巧银的情况，我应该怎么办？是，所以他应该会出方块，只是他在想要先出哪一张吗？他应该会出方块，因为他必须要顶方块。是。对，那桌上是缺乏效应的，尤其这个红心 king 就被吃走，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再次下桌吃方块的，所以他在思考这件事应该要怎么办。好，他选择去吃红心。好，那
对，他东家一定会吃得到，因为西家盖教过。电牌，他选择非方块吗？选择飞过方块。这时候西家选择不吃哦，因为吃起来的话，桌上会明显的都大了，就是方块都已经好了，就是敌方已经没有大牌可以阻止你的方块吃通，所以他选择扣住，然后桌上的方块可能就没有办法吃。好，西家的红心 A 吃住。对，那现在桌上可能，现在敲下梅花 A，梅花 King 可能也赢的还是不太足够。看一下哦 ，King。不过这后面有许多的中局打法，研究一下。因为场上的庄家是看不到外面的分配的，所以这种掌握中局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看他思考的比较久。对，这牌可能要花费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对，那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想，因为他们前面花费的时间很少。另外一边这牌打2黑桃。北家开教1-5王情况下，他们叫出了这个特约是红心带1门，那最后叫出黑桃，然后他们就决定打2黑桃。另外一边是叫到了4黑桃挡出，看起来对东西方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只叫到2线。看东西家2位选手的这个 ID 简称哦，陈 JM 应该是陈君明选手，然后他的搭档林 CH 应该是林志宏。他们是 BTU 老中青的另外一桌。那他们可能相对比较保守一点，另外一边加就是冒险的叫到4黑桃，也不是冒险，比较积极的叫到4黑桃。那他们只停在2线。那陈君明巧手他本身也是非常优秀，他还有去台大去兼职，兼职这个资工系的教授，还是非常的厉害。那就跟 QQ 对老师是同一个科系的，对，那他非常的厉害。是。因为我记得他是密码选专场的。哇！那有时候我也会跟他讨论这个我的硕士论文。老师觉得在学习桥牌之后，对于你本职这个资工的思考方面，或者是做人处事方面，有哪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是学了桥牌之后，大家都说，你这方面做得不错。其实我的情况比较像是反过来，因为我就是因为桥牌，然后我本身在苗栗，对，在国中在苗栗的桥牌班，然后因为想要继续打桥牌，有更多的机会，然后就到台北当外宿生，然后其实也非常的巧，考上中山女高。中山女高离我们台北国际巧艺中心走路只有8分钟的距离，是对，其实都非常的巧合。是。其实那时候我妈很难过，就是说，没有考到北一女就不要去台北啦，就在苗栗念。那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老天有他自己最好的安排，我刚好在中山女高，然后住的地方走路国小只要8分钟，这使得我去看牌啊。参加比赛啊，我可以52分再走过去，我觉得这是上天安排。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认识了很多交大的学长，那包括资工系的学长，然后一些很优秀的联发科的学长，对，那他们影响了我非常的多，那我也立志想要成为像他们一样厉害的人。所以在透过桥牌这个缘分，然后得知了现在的业界各行各业的状况，然后也学长们
对，打桥牌讲述一下现在业学长们界的一些状况，那非常就觉得的可以走优秀这一条路这样子。所以这也影响了我当初可能1、2、3类的选择。然后当初我是以特殊选材，就是打桥牌的专长入学交大。哇，厉害厉害！对，然后那时候特殊选材是可以跟自己的特殊才能去做结合，去选择科系。那时候选择资讯工程学系。那我觉得打桥牌跟资工系有很多很像的地方。像是我们的制度啊，就是像是一个城市的框架，我们以期望值去做框架，然后去获得最高的选择。然后不管是优化城市啊，也就是算法设计的，对，没错。还有像是资安之间的攻防战，就很像我们主打跟防御，各自找到，可能他说是不是有什么漏洞我没有想，他没有想到，或是我有没有我没想的地方，我要怎么去补强，也很像打桥牌的预防坏分配跟安全打法。所以其实，这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连接，相似之处。没错，那我也觉得我因桥牌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想法，像我们特殊选材，然后每个学期都要做一个专题，那我就是做桥牌的3D 的游戏，3D 的游戏哇，对，然后我就是因为桥牌有很多的这种创意，利用在我自己的课业上。那包括修了很多课啊，像是这个机器学习啊，那我就制作说，要预测胜率，就是根据这个人过往的经验，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风格上的标注，我们去预测说，比较积极跟比较保守的桥手搭在一起，他们的成绩的预测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模型，这样。那还有尝试去做一个它跟这个胜率预测以及同伴之间的契合率，就是根据你过往的经验啊，你的成约率、读背率，你是不是比较这个风格怎么样巧手，然后去预测一下你跟这个巧手的成绩。对。那 QQ 老师觉得在这1、2年，我们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啊，像 ChatGPT 这种东西的诞生，对于在桥牌这一区的使用像这样的 AI 技术，觉得对于未来的应用有没有什么？未来的应用？那目前桥牌是没有像 AlphaGo 一样是可以打得赢人类的。对，那就是来自很多因素，像不完全资讯，还有跟同伴之间的约定沟通，以及这种敌方竞技类的一个游戏是没有办法完全发展是打得赢人类的。那我目前的硕士论文就是在尝试一种 ChatGPT 的 LLM 去跟这个桥牌的 AI 去做结合，去尝试看看说能不能制造出一个桥牌 AI， 人类可以跟这个机器利用这个 LLM 当做输入去改变这个机器的这个 AI 的决定，这是我目前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听着就很深奥。就是以尝试说LLM 是不是可以一个接口，然后让这个 AI 能够读懂人类的一些想法，也可以客制化的打造说我想要一个怎么样风格的同伴，这是一个蛮创新的一个研究。好，第9副牌持续在慢慢的消耗，思考比较久。那这一桌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我们现在透过画面上看到白色衣服的就是现任的中华民国桥牌协会的理事长沈乃正理事长，而他对面的蓝衣服的陈永红老师他们都是在几十年前就当过国手的老将了。那同桌的黄友章还有周靖杰也是今年的丹麦代表队，刚才 QQ 老师也有提到他们在月中就要前往丹麦去参赛了。对，算是一个赛前的一个训练。是。好，刚刚上一排他们停在 partial 也的确了为他们这个决定进账了8个 INP。所以即使桥牌上是积极的部分，也还是可能还是没有叫到 gain， 是有可能会赢的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要不要叫 gain 这种判断也是要非常的精准。好，目前的INP 的领先上是22比3，东西家比较领先。对，那主要是体现在第一排是叫 gain，一边荡腕。这排主要是打法上的因素。那这排是一排有叫 gain 去荡掉，一排没有叫 gain。那另外一桌在一样的过程就选择了参叫3黑桃，这边是选择该叫2黑桃。那看看东西家有没有什么约定，有没有对？不过他也没有对黑桃支持，因为2黑桃通常保证5张以上。对，看他有没有要继续采取行动。西家表态自己的黑桃了，那东家那如果我刚刚所说东西家这队的风格算是稍微保守一点点，那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风格。那没有打桥牌风格没有所谓的好跟坏，而是自己的选择跟同伴之间的风格沟通好就可以。好，最后就以2黑桃成立。
西家坐庄。对，那这牌跟刚刚讲一样，因为分配布军的情况，就两黑桃应该是可以成约。嗯。所以在这边东西家应该会再进账一排。好，另外一桌已经来到了倒数第2副。对，打的速度很快哈，第13副了。另外一桌还是刚刚上一排他还是顺利的把3-5王带走了。看一下攻防。黑桃丢出去。最后敲下这个梅花 A， 梅花 A 敲下这个梅花 King 小，完成合约。那我们看一下第13排的发展。北家拿了4441的不平均牌，黑高花单张应该是他们会开1方块，然后有高花优先，4张高花优先打叫1黑桃。那由于不平均牌，北家选择了叫2枚花，而且叫1-5王的牌力会叫太少，表现出的牌没有这么多，所以选择叫2枚花。那南家知道低花有配合的情况下，跳叫3方块，表示方块配合的邀请。那这时候北家的选择很可能会是3-5王，是有可能的，因为自己是高线，好有成局的点，然后自己单张是同伴的有4张以上，是有可能会叫3-5王。或是这个方块合约也不错。那这个跳叫3方块之后交到成局已经是定局了，就是至少一定会交到1局。另外一桌应该会打2黑桃，刚好。这组的2黑桃这个合约还在持续的在进行哦。对，那应该会打比较快一点，因为接下来只是要处理王牌的问题，而且他已经到 Spade A 也知道外面的分配了。所以停在2黑桃，为他们再次进账，应该会是110加200分，310分。可是比较可惜哦，如果外面是平均分配，那这个4黑桃应该就会成约。再来看一下这桌的发展。哦，他没有叫3-5王，他选择了3红星。也不太确定他们的约定是怎么样的。南家再交出了3黑桃。这个3红星可能是哦，这里不叫了。对，也是选择3-5王，建议要打。再多看一下这个南方的表态。他已经叫出了方块邀请，应该是不会再继续往上了。是。就同伴已经建议想要打这个合约，那他自己也是平均牌。他可能改叫还是改叫方块合约。这3红星可能是把牌型叫出来，然后南家只有拿Spade A， 只要同伴是短黑桃的情况下改叫5方块。5方块成立，一个合理的叫品。只要同伴是短黑桃，然后自己有5张方块支持。在很通常的情况下，这个1方块再叫2枚花，有时候会保证5张方块，通常会有5张方块，因此他会觉得10张王的情况，同伴有短黑桃，因此选择叫5方块。那由于这个单张对到黑桃 A 哦，然后又没有浪费力量，那这牌应该是可以打得到5方块，至少是非常的安全。另外一边果然这个2黑桃刚好成约，为他们再次进账了7个MP。好，那这桌是一样打3-5王，一模一样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叫来过程啊，一样的手工。
在我们8月进行的超级大专杯之后，在今年的下半年，还有台湾国内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桥牌赛事？Q 老师可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接下来9月的话，我们国内有4大赛，就是它会有年底的公开组的全分。那这个4大赛目前有3个赛事，那一个是乔氏组，一个是公开组，一个是混合组。那乔氏组就是打年底的公开组的国手选拔的全分的累积，那公开组就是比较以奖金为导向。那第3个是混合组，是最近第3次有这个新的赛事，就是混合组一定是要男女搭档，才可以上场参加比赛。那也就是老师就是打混合组，对，我之前是打混合组，对，那他也没有全分，那就是有这3个赛事，然后3个赛事就有3个礼拜，对，所以9月会是这个大赛为主，然后再来10月、11月、12月会是以国手选拔为主。所以其实桥牌的这个周期在下半年还蛮活跃的，蛮多东西的。对，年底就是国手选拔的时候，就是由国内4大赛这4个比赛积分。前8名吧，然后可以进去打这个公开组的选拔，然后8名在第一名第一名积分的种子选手可以不用打8强，对，就是这个7取3，那取前3名再次进入这个半决赛。是，那我们是以 KO 的形式，就是 KO 就是以 IMP 的形式去打，然后赢的可以再次进入决赛，那最后决赛胜出的队伍就是公开组的代表队。今年我们在这个国手选拔之后啊，包含在雅加达亚运，还有您参加的这个杭州亚运等等，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其实我们的选手打亚运这个项目，算是成绩都一直都这么不错吗？对，就是桥牌有2018，然后2023有连2届亚运。那很可惜是一个项目，当有3次连续都有的话，它就会成为正式项目。对。但很可惜的是，下一届名古屋亚运并没有这个赛事，是拿掉了。所以很可惜的是，桥牌就没有办法因此成为这个正式赛的项目，所以还蛮可惜的。因为台湾成绩一直都非常不错。是。那我们2018有拿到1金1银1铜。然后我们这次的亚运有拿到1金1银，所以都是成绩非常的亮眼，所以就是还蛮可惜的。那这次亚运其实我们体育署做了很多的准备，也包括乔协做很多准备。其实我们是长达9个月的选拔，哇，非常热场。我们在2021的8月就开始。其实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亚运的选拔，我们是要以这2年在中华杯，也就是我刚刚说国手选拔赛事，要有表现最好的前6个 pair 才可以入选这个第1阶段选拔，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所以我们有分第1阶段跟第2阶段，然后这长达了9个月。第1阶段是6取3，在这个我们有实体赛60%，然后网络赛10%，然后精神面的30%，然后去进入下一个阶段。那在中华杯年底国手选拔表现最好的2个 pair 又可以再次参加第2阶段，所以就是6+3，然后3+2，5个 pair 去参加最后的第2阶段的选拔。然后最后阶段选拔是还蛮辛苦的，像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个赛事是打14排，我们在亚运选拔的时候是一场打24排，非常的长，是就几乎是要2倍的时间。像我们这一场打105分钟，我们几乎要乘以2的时间，哇，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们亚运有10天，所以可能体育署跟乔协是希望我们培养我们长期抗战的一个用这样高强度的方式先去选，先去训练，然后这样打了。不过最后看起来结果也是还蛮好的。对，其实当下也有一个契机是亚运延期。就其实我们亚运选出来是一个比较新的队伍，我们之前没有当过队友，对，所以我们对彼此很不熟悉。对，然后也因为延期的关系，增加了大家相处的时间。对，然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的赛事，更多机会可以去参加更多赛事，去培养队伍间的默契跟实力，所以也算是一个老天爷给的机会。是。好，刚刚 Q 老师有提到，这一次在日本名古屋爱知这个举办的下一届亚运，很可惜我们的乔艺没有办法连续3届登场。不过因为日本是一个电玩大国，所以在这一次7月23号，这个他们就公开预定2026年9月在名古屋亚运呢会增加这个电子竞技的项目，也会有13款游戏来进行11个电子竞技的比赛项目，所以也是我相信这个
委员会也是一直在考虑现在时代，就是让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尝试，这样子。对，其实还蛮可惜的，因为像桥牌是一项不怎么耗资源的智力运动，像这个日本的亚运也是主打环保，那其实一度觉得很有机会，像桥牌只需要扑克牌，然后平板，然后输入成绩，其实平板也不是非常的必要，平板可能就是转播啊，然后计算成绩很方便转播。其实我们最原始在乔医也是可以运作。对，我们只要一副甚至只要一副扑克牌，我们是手洗就可以，然后一张纸，甚至不用纸，就是如果记忆力好也不用纸，然后有牌盒，这样就可以开始，就是每一场的一些智慧的顶尖对决，所以就是蛮可惜的。就打桥牌的好处真的很多，它不仅可以简单的就开始，只是可能困难在于要4个人，对对对，那要4个人才可以开始，然后又对身体有益。这伯克利大学还有研究啊，这打桥牌可以促进这个人体的免疫细胞。对，这个我们一连串这种思维运动啊，就是可以去促进人类的免疫细胞，所以打桥牌是可以这个延年益寿的，可以，我相信张忠谋现在是一个最好的代表。没错，就93岁还可以这种自己行动，还可以在。不过，因为明年2026少了亚运原本的这个参赛跟选训的时间，2026选手们这样在安排上时间就会比较多。那多出来的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像你自己或者是熟识的这些桥牌选手们？其实打完亚运，然后知道没有下一届亚运之后，我们很多选手都有很多的变化。像有些选手可能就选择休息，选择去走向新的人生目标。像我的队友去组建幸福美满家庭，或者有些选手觉得太累去休息。那像有一些桥手的话，就是会像好奇他是转战职业桥手，可能就是以偏向找客户，然后以这种导向去增进自己的桥牌实力。所以就是会比较少说，在桥协集训，然后为了这个出国比赛争光，这种情况是比较可惜，比较少一点的。那我自己可能也有放更多的心力在课业上，是。对，那我之前真的是非常的惊险啊，在大3的时候选上亚运国手，那我就刚好以128学分毕业，对，完1分都没有多，就是为了把所有的时间想要分给桥牌。所以你也是这个时间管理大师哈，就是在课业上跟桥牌这个领域上都做到自己能做的最好的分配，这样。不过我的回力镖砸到自己了，就是当初我因为打亚运把一门课退掉了，那其实那对桥牌对资工来说是一项很重要的课，对，那我把它退掉，然后刚好128学分毕业，然后现在我研究所必须要修这一门课才可以毕业，但是我前几天才发现，我目前要去中国打一项赛事，第一天刚好冲到那一门课的期中考，所以这回力镖真的是砸到我的身上，对，所以这种选手啊，在这种叫桥协跟体育署的资助比较少的情况下，选手很多比较像要自立自强。好，那我们看一下第12副牌的这个合约，目前也是打到4红星，4红星，由东家来着装，南家手影。那看起来会以庄家的视角看起来会掉一副方块 A， 一副黑桃，然后一副红心。那可以拿方块银灯去点牌，就方块有 King Queen Jack 10，然后去顶出这个方块大牌，是有更多银灯可以树立的，就至少可以树立3副牌。对，看一下手工，南家决定手敲王，那他通常我们说0号会攻大，但现在是王牌，所以不一样。所以南家可能想要欺骗说，这个东家可能会打错，会去飞北家大牌。其实他Q 勾小像手工出去，是没有他可能会打错，对，他可能会打说北家大牌。所以手影的第一张就搞点事情。对，算是一种比较策略性上的考量，战略性上的考量，想要手敲王，但并不想暴露自己的是有 Q 勾小。因为像这种直跳一局的牌，通常会是有王吃价值，这可能也是南家想要手敲王考虑的原因。加上他旁门可能可以守得住，就是有一些牌可以防止敌方建立。那可惜像这牌并不是，而是他需要去顶出这个方块 A。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桌是不是已经进行到最后一副牌。那如刚刚所讲，这5方块是蛮安全，也顺利的吃到超1。
这2牌他们主打4黑桃，目前掉了2副。这个残局来看，应该只会再给一个棉花 A。好，那没错，最后再给一副棉花 A， 叫摊牌。那我们桥牌上有一个术语叫做摊牌，就是手上的牌都大，或者是你很确定只会再掉几副牌，你可以把牌摊给对手看，对，去节省时间。说，我这一张一张打，那可能敌方还要想，你可能，敌方会想说，是不是还有得防御，有办法？好像这是一个礼仪哈。对，这也是一个礼仪。对，如果你一直这样子继续打，不仅浪费大家时间，可能觉得，你是不是在对手也不太礼貌。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转播主要组的这个组别哈，沈乃正搭档陈永宏以及黄友章跟周靖杰这个组合，他们是率先打完了14副，不过另外一副还在进行，所以我们两边的总分还要再等他们全部结束之后才能确定。对，要等全部的牌打完才可以计算成绩。对，但由于我们的转播主舞台以这一桌为主，所以我们就待会再等大会的成绩全部之后，再回来跟观众朋友报告。那我们待会在下午的16点15分，也就是下午4点15分会表定进行我们今天9号的最后一轮较量。那大家持续锁定在 Hot Sports 跟动资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收看第2届超级大专杯全国桥艺大赛。然后今天也谢谢 QQ 老师的这个精彩的讲评哦。然后今天又要出赛又要讲评，谢谢主播，谢谢主播。等一下我要去打最后一场。好，我们也期待你的好表现。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的现场。
叶先生跟张雅兰11月份，你是压的，
时间是下午的4点13分。今天在政治大学四维堂进行的第2届超级大专杯全国桥艺大赛哦。今天我们在周六的比赛从上午的9点半开始，一路转播到现在呢，已经是待会我们今天转播赛程的最后一场比赛了。那在画面上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被红龙围起来的转播桌呢，现在2位选手是台大智慧的张增谋先生搭档黄光辉先生，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在等待对手 BTU 好奇的另外2位牌手上场。那他们这个组别是校友跟跨校的组别哦，在今年一共有8队参赛，然后我们的赛制是每圈打14副牌，所以在待会我们看到的这个第4轮打完之后呢，他们这个组别的一半赛程就走完了，但是结果还没有出来哦，我们还要在明天8月10号的礼拜天再打5、6、7轮，然后整个7轮打完之后呢，我们最后的总结果才会出来。所以今天有些人表现好一点，有些人表现差一点，但都还不确定，还要把这个结果留到明天。那持续在转播台为大家带来服务的是我董静乔，然后搭档我们的雅加达亚运桥艺赛事的混双金牌杨新龙老师，继续为大家带来讲评。老师午安。嗨，午安。对，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对，老师今天因为昨天那个有这个我办营队，对营队哈，所以老师这天用声音比较多了，所以稍微有点沙哑，但是精彩的讲评哦是不会受到打折的。好，这场赛事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看头哦。当然，在台大智慧这边，张增谋先生在半导体的这个丰功伟业，相信台湾的民众都很清楚。那跟他搭档的黄光辉先生，也是我们台湾桥艺的国宝了，国宝级人物是。那黄光辉先生，我补充一下，是黄光辉先生是台湾桥坛的奇迹啊。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担任国家代表队，是还拿过亚太区很好的成绩。然后他呢也曾经连续2年拿过百慕达世界杯的亚军，当时算是让这个小台湾在世界桥坛一炮而红。是，所以这么多年10多年来的这个桥艺生涯保持身体健康，保持脑袋清晰，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的。好，那他们的对手，抱歉，也是来势汹汹，待会即将担任东西家的就是由 BTU 好奇 ，BTU 也是我们台大桥艺社在本届赛会也是派了蛮多这个分支代表队来出赛，是由我们的郭立强选手搭档苏浩仪选手。对这2位有什么样的了解，老师？好，其实这一队叫做 BTU 好奇，对，好奇其实就是这个画面中这个女生啊，她的外号就叫好奇，对，苏浩仪嘛，对，她叫好奇 ，OK， 她跟她同伴是夫妻档，他们是夫妻档。那这边也特别介绍一下，这位苏浩仪选手呢，她是台湾目前呢相当成功的一位女性职业桥手。是，台湾其实桥艺职业化的环境并不成熟，所以并没有产生许多的职业选手，这也使得我们在这个世界桥坛上面的竞争力其实受到一定的限制。那这一位苏浩仪小姐，她呢算是台湾这个桥艺界里面的一个真的是对一个奇葩了，是的非常厉害。她很积极投入这一项事业。是，那当然她的成功除了她自己努力之外，相当高程度也得益于她的同伴，也就是现在坐在她对面她先生，对，郭立祥的支持。是，那他们呢，他的成绩非常的杰出，他其实现在呢常常游走在世界各地。没错，刚才在空档也有对到话哦，刚从美国的费城回来，然后过几天又要飞出去比赛了。对，他相当厉害。那我对他有一点呢印象很深刻，他其实出国比赛有很多会是跟世界各地不同的客户那他其实除了桥牌的技术很好之外，他还有很好的软实力。是，就是桥牌的软实力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说，职业桥手就是牌技很好。对，牌技当然很必要，是，但是牌技很好，不代表你一定就是一个很成功的职业桥手。你怎么样跟客户沟通互动，然后呢，让客户觉得
和你合作是件很愉快的事，是，这些其实才是长久经营很重要。没错，那当然排技也很重要，对你非常 nice， 但是客户乔碧成绩都不好也不行的，是他就是很厉害，两者都兼顾，所以说呢，他现在发展的非常成功。没错，你看现在跟场上两位很有智慧的长者，大家也是有说有笑哈，这也都是平常大家透过乔艺这本运动，然后这样子培养起来的默契跟交情。是的，那像这个黄光辉先生，他在上届的亚太赛的时候，跟这个郭立翔和苏浩仪就是队友哦，所以他们都很熟悉了。对，也在亚太赛打了很好的成绩。好，所以待会我们就来看一下哈，这个夫妻档对上两位长者。我们今天最后的转播的 Round 4会有什么样的演出？双方现在拿到了第1副牌了。来，我们透过转播的画面来看一下牌型哦。南家有非常强劲的黑桃牌型哦。好，南家是张宗谋先生。他的简称是 MC 哦 ，Maurice Chen 啊 ，Maurice 张，对 ，Maurice 张。啊，北加 PKH 的话呢，他是黄光辉先生的英文名字，Patrick Huang。哦 ，Patrick Huang，OK。然后另外就很明显了，这个 Curious 就是我们的好奇小姐，对，好奇宝宝，好奇宝宝。那他的先生郭立翔，他说他 Eric， 哦，叫 Eric，Lord Eric。其实他先生有一个很可爱的外号。好像很可爱外号叫狗哈，对他们大家就叫他，每次叫他狗，有时候我们外人不知道还以为在骂他，对，因为一般我们觉得说叫人家狗是他批评，但常常就听到说，哎呀狗怎样，狗怎样，他们都很习惯习以为常，是，对。好，来看一下教品，第一个南方喊出了一黑桃非常常规的操作哈，展现告知给队友，好，现在连追的黑桃，展示说自己手上的黑桃是杀手锏。这副牌呢，南家有13点，北家有9点，那么所以总计22，东西方有18点。以力量来讲，双方是没有差异非常大。那因为我们看了两家的牌，南北方呢其实是可以做成4黑桃，但是可能不容易叫到这个合约。是。今天在四维堂的现场也是聚集了，其实全国的乔艺的爱好者哈。是的，而且比较特别的是说，其实也有非常多已经比较少出来比赛的人，是他会因为这个超级大专杯的号召而再度出来。OK， 这其实也是这个活动很重要的一个初衷。没错。除了大家切磋这个乔艺竞技，也是很多老朋友好久不见的会面。好，那我们的第15副牌的第一张合约成立了，是由张宗谋来担任庄家。他这次叫就非常的贯彻哈，1、2、3黑桃就是叫到底这样的一个策略。他这个有个原因啊，就是北家这个打叫1、5王之后再叫3梅花，他表现的是说呢，他有蛮多张梅花，但是他的力量不会太多。他的逻辑是，如果我北家我的力量多，我前面就不会叫ENT，我就早就叫2梅花了。是，所以他表现的是力量不多，但是梅花很多。那这个做南家的张忠谋先生，他梅花很短，但是黑桃很好，所以说他想再坚持一下。是，事实上，南北方这个3黑桃合约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哦，因为他这个黑桃3张打下去之后，第4张8号比左边这个7号还要大，所以南家可以顺利吃到6个黑桃，是红心 A 加方块 AK，这样就总共9盾牌。9盾牌就是我们的这个合约的3+6，对，就可以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他如果打对的话，还可以完成4黑桃。是，所以其实
双方的第一副牌型，加上刚才的这个叫牌的过程啊，其实东西家也算是一开始还蛮保守的哈，没有去做太多叫品上的这个，因为他东西方的牌型在这一排呢是比较没有什么出来的发挥的空间，也没有发挥的空间，所以选择先保守观望一下。但是我们来看另一桌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另一桌的结果呢，好，我们可以看到啊，另一桌的南北方，他们主打3枚花，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它跟现在这一桌的叫牌过程，对，其实就差在最后一个叫牌。另一桌前面都一样，但是最后南家并没有继续叫3黑桃，他就是放给了北家打3枚花。3枚花，他就是相信同伴敢拉到3枚花，是还拉高一线，一定是梅花很好。他基于对同伴的信任，是就放过去了。那3枚花呢，超打了2等，好，所以南北方得到150。那我估计这一边呢，这一桌。我们张董事长他打3黑桃，大概是刚好做成到超打1等之间，所以第一排不会有什么大胜负，是走一个保守的牌型跟合约。跟各位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转播的一桌它其实是一副牌一样的牌型在2桌同时进行，所以张忠谋先生跟黄光辉先生这一组搭档之外呢，另外一桌还有他们台达智慧的另外2位选手是陈丽珍搭档周哲敏刚好。他们这个组别4位选手刚好是两位年长的搭配2位稍微年轻一点的，2位资深的搭配2位中生代，是，然后都会拿一样的牌型在做这个运筹帷幄。是的，对。那也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智慧队的另一桌，就是可能在小画面上面，他们就是陈丽珍与周哲敏，对，他们都是杭州亚运台湾男子代表队的选手，是，对，是现在。算是中生代里面的佼佼者，对。所以跟杨老师你算是同一期的吗？还是比你在？他们2位比我可能再小一些。再小一些。那另一桌的南北方，下面这位 KY， 还有上面这位令，他们呢是今年目前的公开组代表队。OK。对，即将于月中要出发前往丹麦的去参加世界杯。就是黄友章跟周靖杰的搭档，所以也这个虽然我们画面只看到4位选手，但另外一桌的4位选手也都是水准也都是一时之选。对，是的，也都很好的。好，我们看一下主桌这边的3黑桃合约也走到尾声了，南北家现在邓数是6比2。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剩下方块 AK 加1张王3等嘛，顺顺的走完，至少刚好9等。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另一组。现在东家打了这个梅花 A 之后，那这合约大概超打1等了，因为南家王吃之后，北家的方块 Q 梅花 Q 大了，现在应该庄家摊牌了，相信很快会开。没有，张董事长可能他就直接把它打完，因为剩3张牌。好，超打1等，得170分。170分，透过这个分数的转换是1 IMP，对，一个 IMP。好，现在进入了第2副牌牌号16。那我们来看另一桌的节奏是比较快一点的。那我们趁主桌还没开始前，快速浏览一下。另一桌呢，他们呢在这个牌号16是由东家主打3黑桃。那我们看到东西方有9张黑桃配合，3黑桃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合理的合约。那他也顺利的完成了3黑桃。所以我们待会看主桌这边的策略会不会英雄所见略同，尽量维持在3黑桃这样的一个优势。这一排呢，我们来发现数一数双方的点力，在这个牌号16，双方的力量就是完全一样。我们看到北家10点，南家10点，然后呢，东家是14，西家是6，是，所以说双方都是20点。我们看到右上角显示一个 good 13 to 16，这个部分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它这个就是呢，东家在这叫 ENT 的时候，这时候他的同伴对这个教品做出了示警 alert，
然后呢，这个 alert 就是提示敌方，我们这个教牌可能有特殊的约定。那敌方如有需要，他可以询问。好，那么呢，这个他就是呢，他可能解释的够清楚，对，所以转播员也及时的把这个资讯输入进去了。像我们刚刚曾经看到，我把它再点出来，有一些教牌过程，不知道观众们主播记不记得，有的时候它有一个红框，对，但是你点下去什么都没有，对，那个就是他有转播员，他可能看到了 alert， 是，但他来不及，或者是说他不是很清楚他讲了什么，也许对手没问，对，他只知道有 alert， 对，但这一把就是显然非常清楚，他还有讲，是，那什么叫做 good 13到16？他的意思是说，他开喊这个 ENT， 他的力量范围是好的13点到16点，16点，目前台湾比较主流开叫 ENT。多数是15到17点 ，OK， 所以它的这个低一点哦，对，它的range比较不一样，是，所以说它就是尽了提示敌方的责任的义务。当然我们这个提示也是一次就提示给另外的3家了，对，大家获得资讯量是一样的，对。但是这里我说明一下，他alert出来的时候不用主动解释，是，敌方也可以不问，对，敌方可以不问，是。那但是这一把牌呢，它的制度特别。所以说使得呢，他们的制度呢，其实在这把牌，因为叫牌的过程关系，都会看到合约差的非常多。另一桌其实我们看右下角这个小画面，东家也是开喊 ENT， 但是南家选择出来叫牌，可是这一桌 ENT 之后南家没有叫，所以东家的 ENT 直接取得了合约，所以这2桌有了合约上的差异。那一样，我们来看看双梦家分析。目前显示呢，庄家只要继续打黑桃，他至少顺利做成 ENT 是没有问题。是，如果他做成了 ENT， 可以得到90分。另一桌的东西方，就是另一桌智慧队他们的3黑桃分数比较高，所以如果这一桌 ENT 做成的话，智慧队将可以赢到50分，折合2个 IMP。好，结果等一下再来看好了。我们看另一桌节奏真的很快哦。另一桌第17排打完，对。另一桌的17排是北家主打4梅花成约。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这个 ENT 好了 ，ENT 应该是稳稳的，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来看看另一桌正在进行的，他们已经进行到排号18了。来看一下他们的叫品怎么叫。东家先喊出1梅花，像这个18排啊，这个主播看了几场啊，我看你也有概念了。不敢说，像很有信心。这一副牌的话呢，它就是属于东西方表演的牌。对，你看哦，以力量来讲，东家有 AKQJ 10点加21 13点，西家呢3张 A 12再加3就15了。是，所以呢，他们是13点对15点，一手牌总共40点，东西方就占了28点，所以这手牌是属于东西方的程序合约。那南北方不但力量少，牌型上也没有什么特殊，所以南北方其实没有什么方法出来。这把牌完全就是看东西方的表现。再加上哦，我们再注意一下，南北方标示红色，就是我们刚刚提过，这是他们有身价。是有身价的时候呢，如果叫牌合约被击垮，损失也比较高，所以在有身价的时候，其实也是出来叫牌风险相对高的。牌型不好，力量少，风险又高，所以这把牌南北方是没什么能力出来。但我想观众如果是初阶的，可能会跟我一样有一个疑问，就是既然东西家在这个局里面的牌型这么的强大，有没有办法用赌倍的方式来放大自己的这个报酬率？说东西方吗？好，这是涉及一个规则的问题。刚好也可以解释一下，赌倍呢只能够针对敌方的合约赌倍。现在呢，除非南北家愿意去赌倍东西方的合约，否则东西方不能自己叫完说我自己再加一个赌倍，这是不行的。所以除非这个东西方喊出了错误的一些判断，那南北就可以叫赌倍，然后来赌赌看，让他们这个失误率放大。对对对，是有的。是。好。
好，那最后是以3吴王西家坐庄的合约成立，那应该就会像杨老师说的因为现在东西方两家的梅花跟黑桃的牌型非常的强力所以顺顺的走这个逻辑的出牌流程，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对，东西方并没有明显的王牌配合，所以他们28点交到3NT 是属于很合理的结果。我们先看一下双梦家分析。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双梦家分析显示，目前呢，大部分的牌商打下去都是一定成约，是至少操作2灯。对，都亮起只要是绿色，然后2的就是可以。就是它不但会成，还会操作2灯。对，是，所以可见它这个牌型的优势有多大。在这边呢，也顺便跟这个主播跟观众报告一下点这个双梦家分析，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我们人脑运作没有电脑快。当然，等于是我先快速的看一下，是它的最佳结果如何。但是双梦家分析显示的最佳结果，不代表桌上最后会就能这样。成立，对。因为你桌上的表现不一定是跟它一样。没错，它只是一个电脑运算的一个最优解法而已。对。那目前看起来没有太意外的发展。对，东西方已经6灯了。是。那至少再有方块1个7，梅花呢连吃3个，是，然后黑桃加一个 A，所以这正常应该是全吃了。是，看起来很快要 claim， 应该是3NT 超打2灯。透过我们右边的这个转播的小画面，可以看到4位牌手他们在黄光辉先生的左手边有一个，这算叫牌架吗？就是每一副牌都已经放好在那边。也想问一下，就是观众朋友，如果没有看过这个桥牌的在规划的过程中，我们这个都是大会先准备好的，对不对？你说的是不是他们桌上那个好像有个蓝色的盒子？对，一个蓝绿色的盒子，然后每一副牌的放好这样。那不是牌啊。我们这样讲画面上呢，摆在椅子上的那个绿色那是牌。对，牌是大会事先用电脑做好的。对，然后呢，每桌一套牌，不用去跟别桌交换。是，所以这样子可以避免换牌的过程中产生失误。但是这样的，你大会的后勤能力跟资源要比较够。对，因为你要为每桌做一套牌。对，以前有的资源如果不够，你可以一套牌大家轮来轮去。好，那再来，桌面上4个人的左手边都有一个蓝色的盒子，这个叫做教牌盒。对，就是教牌的时候，我们是不出声，以这个教牌的花色来展示你的、它那个教牌盒叫 bidding box，里面的那个卡片叫 bidding card。那呢，大家就是拿 bidding card 去代表自己想要叫的教牌，对，可以避免在叫牌过程中发出声音。因为全场有非常多队，每队都用出声去叫牌的话，声音会很嘈杂。是。好，我们现在抽空，我们来看看刚刚那一幅这个历史记录，在牌号16，两桌的合约有差异，一桌是3黑桃，一桌是 ENT 超打1灯，但是还是产生了1个 IMP 的差距，不是很大。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牌号17呢，另一桌已经完成了，是由北家周进杰主打4梅花，成约得到130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好，就是现在这里，我们现在先换到另一桌。另一桌呢是南家主打4黑桃，4黑桃，对。那这个就会制造出胜负了，因为4梅花成约130分，就表它只是一个部分合约，所以只会有100多分。现在这一桌呢，黄光辉先生跟张董事长他们叫到4黑桃，4黑桃如果做成可以有420分，就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大输赢。那如果4黑桃没有做成，至少要负50分，那这牌就要输掉180甚至200分以上，所以这一排就会出现一个中度的胜负。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主桌这个张黄组合的4黑桃合约哈，看看可不可以按照他们预期的希望去发展。那这个第17排，因为牌局已经进行一部分了哈，那我们对照着下方的这个牌局，我们来看看主桌是怎么叫到的。因为这副牌呢，南北方叫到的4黑桃，其实它的王牌张数是不足的，他们只有7张王。在桥牌的这个技术指标里面，一般我们选到的王牌要以8张甚至更多为原则，是才有足够的优势。因为我方8张，敌方就只有5张。可是如果我方7张，敌方有6张，是你只比他多1张，优势不太够。对，期待值不够高。对，那么所以说这把牌呢，这个南北方哈，我们黄先生跟我们张董他们叫到4黑桃，他们叫到的王牌不是那么理想，但是不是那么理想，不代表一定会失败。对，我只是说以技术指标，一般是叫到8张王，那他们叫到了7张的王牌。那这个常常就很考验主打的能力。没错，就是待会就以出牌顺序跟场上的观察哈，看看可不可以把缺少的这1张的期待值从出牌的顺序把它拉回来，对，把它拉回来。那我们来看看以双梦加分析，目前看起来显示是，如果在好的攻防中，对这个4黑桃是无法完成的。所以王牌的优势不够，还是比较难，不太行，对，比较难一点，而且现在可能会输到2等哦。对。但我对所有牌手来讲，从这早上一整天打到下午的赛程体力上跟脑力上都是考验。其实我们会看到这副牌，像这副牌呢，我们如果看右下方这完整牌局，北加9点牌，南加11点牌，南北方加起来才20点，20点只有占力量的一半，王牌张数又不足。对，那为什么张董跟黄先会叫他4黑桃？那我们来看看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东西方他们有出来叫牌，在竞争的过程中去做到干扰，南北对干扰的过程中，南北方的叫牌失了准。是，所以好奇狗这个组合也是虽然的牌型力量一半一半，但可以透过叫牌的方式去诱使对方做比较冒险的举动。事实上，好奇跟狗这对组合呢，他们夫妻档，而且呢常年的合作，是他们在默契上真的已经是无与伦比了。这边我今天特别介绍一件事情，一般人常常觉得说夫妻啊、情侣啊，对，那打牌会特别有默契了，这点的确是没错。是，但是打桥牌其实是很容易发生争执的，因为他资讯不充分，我们可能会有期待就可能有失望，对，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这样吗？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就很考验双方的修养是跟沟通的能力，基础的这个感情基础对对对，那有时候在争吵争执的过程中，其实是很容易会伤害到关系，是，所以很多夫妻或者情侣到最后其实他们不太跟对方打牌，但是这个好奇跟狗，他们其实真的是一对模范组合，对。那我好奇，像他们这样子，或者在整个世界桥台以夫妻档作为搭档的这样的状况，算普遍吗？我没有那么了解外国多不多了，对，一定有了，对，但是我相信，像他们这么和谐的不多，真的是，他们是不但能够长期合作，对，而且很和谐。有的夫妻档呢，比如说中国有些夫妻档，台湾我有看到，他们是可以吵吵闹闹一直打，对。那他们呢是一直打，但是还能很和谐，而且他们去年曾经在北美大赛中拿到一个北美大赛的双人赛冠军，这点是非常厉害的成就。所以目前也相信是整个台湾的桥牌爱好者，都非常向往跟学习的目标就是目前作为台湾的桥牌手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就是像我们的好奇女士这样子成为职业的选手，然后透过出征的海外来以桥牌真的是为生这样子。对，好，打着打着节奏慢下来咯，出牌的节奏可慢下来，可能
张董事长跟黄光辉先生已经也进入到出牌之后，随着牌型越来越明显，他们可能也在算这个几率啊。我们是因为有这个上帝之眼跟庄梦家的分析，我们可以观众朋友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红色的2字哦，但是选手们在牌上的资讯量是不够的，他们要算一下。但现在已经走到一个快节奏了，就是应该已经算出来了，而且这边还多掉了1灯。主要在想应该是张董事长了，因为黄光辉先生是孟家，他这一排是接受指挥出来，是，这样当孟家其实也还不错呢，就是可以休息一下，对。但是有的人当孟家也是很紧张，对，一直盯着，就看同伴表现怎么样。而且他打得好跟打得不好，你也没有办法给予什么表达当下，对你无法给予什么表达，甚至有的孟家做的不好的，他还会给同伴压力，他一直盯着你看，那就庄家就想我是不是有打错？是，你一直盯着我看着干嘛？所以我们有时候说，真的当孟家的时候，你就趁机休息一下。好像之前我听主持人跟 QQ 老师对话的时候，也是有问到他一些问题。对，你当孟家的时候，其实你就休息一下，在观察什么？对，就你就趁这个机会休息一下，把精力保存到你需要想的时候再来想。好，这边声称了负150分，负150分就是倒3。好，那负150，另一桌呢？敌方得了130，所以就产生了280分的差距。所以 INP 转换下来就是7分，7分就是算是中度胜负也是目前我们进行到现在比较大的胜负，比较大的，因为前面都是小分数。好，那么再来是第18排，我们先看一下另一桌的结果是早就出来了，另一桌就是我们刚刚曾经在画面上也看过的好，另一桌的东西方三五王，对，3五王超大2灯。那这一桌的话呢，现在是东西方在叫牌，跟刚才的前面有一个牌型也是偏梅花，东西方的话是偏梅花跟黑桃。好，其实我们看一下画面现在这一桌目前牌号18，右下角这是另一桌的过程。我们发现他从开始叫牌的选择就不同，就不一样。对，另一桌呢，这个周哲明，他的开叫是1梅花，而这一桌呢，这个郭立祥先生这个狗，他选择的是1五王。对，其实这2桌他们在制度使用上就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一桌，这一桌看到的好奇跟狗，他们使用的是精准制。这个可能主持人不是很了解，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之前讲过，叫牌呢，你要牌怎么叫好，要使用共同的叫牌语言。叫牌语言我们把它称作制度。制度呢，并不是世界上只有一套，制度其实有很多种，很多套。那么呢，好奇跟狗他们使用的制度叫做精准制。精准制我们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其实它是台湾人发明的。对。但是现在近这个20-30年，是台湾人反而使用精准制的没有很多。但是这个精准制在大陆发扬光大。OK。现在如果到大陆去打牌，是他们的牌手多数都使用精准制。那精准制反映到选手的人格特质上，会是一个通常是偏怎么样的一个风格？它跟人格特质倒不见得有太大关系，但它在设计的逻辑上其实是蛮好的。对，当然它这设计比较专业的讨论一时间很难做很大的说明。好，对。那事实上，但是可以讲一个，当初我们刚刚介绍到黄文辉先生，他曾经呢拿过2次百慕达世界杯亚军，那2次都是使用精准制，所以可以说是他比较擅长的一种风格。当时的原委是这样。对，精准制的发明人是魏崇基先生，他是一位旅美的事业家，
他热衷于研究制度，对，他研究了这个精准制，他自己研究制度，但是他打牌没有这么厉害，是，他就想找一些好手，来试试实现他的理论，是，对，那他就找到了这个黄慧先生他们，嗯，请他们条件就是要用精准制，是，然后精准制当时就在国际上比赛上大放异彩。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精准制现在在对岸这个被广泛使用之外，在桥牌生态也非常发展丰富的欧洲呢，欧洲现在几个主流强权他们也是用这样的制度吗？也是有人使用这个制度，也是用这个制度，或者是说它不是这个制度，但是有一些跟它的稍微的变化，它跟它有一些差不多的逻辑，是，就一些变体这样子。对，好，那我们看了刚刚那一副，很明显没有什么差异，对，因为3-5王是不会有什么胜负的，也没什么失误空间。好，那我们再来看第19副。所以目前比较大的分差就是刚才第17副的这个 INP 7分现在形成南北家比较大的一个领先。好，在这个第19副，我们来看到一样，另一桌节奏进行的很快，是早就出来的哈。另一桌呢是西家，我们看右下角画面，西家开叫2红星，这个呢就是刚刚说过的，它力量不多，但是张数多，所以他直接开了一个弱牌抢先叫。西家开2红星，北家有很强的方块，很好的牌，北家就叫3方块。那最后呢，南北方叫到3NT。那我们来看看，在这一桌，所以我们看到右下角这一桌，一边是强红星，一边是强方块，最后以3NT这个当做收尾，不选择用王牌，这样子算是5-5波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是，不能。它这涉及到分数计算的一个机制。因为呢，我们其实转播的几场，大概主播也一直听到一个名词，有时候我们说部分合约、成局合约。对，成局合约分数比较高。我打个比方好了，你同样把球投进，你在3分线外可以得3分。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灌篮高手》，三井投球的时候会故意往后跳一步，跳到3分线外。是，这个也是一样，你把合约叫到比较高，你可以得到比较多分。对，但是比较高的合约，你失败的几率也比较高，对，比较难成立。好，那这时候呢，就涉及一个计分的机制了。黑桃红心、方块梅花和乌王，他们成局的那个3分线不一样。如果你要打方块成局，必须要叫到5方块。无王成局只要3-5王。是，所以当这个力量比较多，想要叫成局的一方，他的王牌配合是低花，是方块梅花的时候，他常常会考虑把它改成无王。无王，因为无王只要3+6 9等就得分。是，你叫到这个方块成局要5等，你要11等，11等，5+6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来看右下角嘛，他这个北家该叫3方块，有很多张方块，南家方块有3张，其实是有配合的。南家其实知道，南家这个 KY， 他其实知道己方是有方块配合，但是他选择请同伴把合约朝3NT去走。好，主桌这边也出现一个有趣的状况，我们看一下，西家喊出了2方块，北家赌爆，东家竟然做了一个 reduble， 这是一个好像应该我们转播到现在第一个出现。对，好，北家这个它叫 double， 对，它其实就是 double 的简称。redouble 就是再赌倍。它在牌卡上呢的符号是2个叉叉。是，再赌倍的原始意义是说 ，double 是说你觉得我合约不会成，要加重积分。对，那再赌倍就是说我觉得一定会成，还要再加重积分。是，但是这2个东西出现在这个教牌上，目前都被赋予了别的意义。我们先看西家，其实这一盘很有趣。你有没有主持人有没有注意到，西家明明很强的红心，可是他怎么喊2方块？所以这个2方块红框框起来，对，他有别有用意。对，但是呢没有解释。他这个2方块，我现在不是很清楚原因，但是他用的制度应该这个2方块，很可能呢是它是代表一门高花的弱牌。好，北家赌倍，北家这个 double， 它就是呢表明他牌不错。然后东家这个再赌倍，东家这个再赌倍就是他请同伴，他说同伴，你告诉我，你说你一门高花，请你把你那个高花叫出来。是，然后
然后南家就正常叫他的梅花牌组，是北家选择5王，所以你看这个北家明明方块非常好，他也没有再叫方块，他还是选择5王，他的思维逻辑跟另一桌完全是一样，所以要打成局我打比较简单的，所以现在2家都主打3-5王。那这一排呢，应该也是不会有太大的胜负，是也是走一个接近的小分。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这合约呢，目前呢，南北方北家有7张方块 ，AKQZ 都有，所以北家只要一上手，至少可以吃到7个方块，梅花 A、红心 A、黑桃 A， 要吃到9邓绝对没有问题。没问题，对，他也没有任何一门弱点会被打穿，是，所以换成3NT 是显然的，是这副也不太会有什么差距。好，应该就南北家稳定的胜局把牌走完哦。对，这牌不会有什么胜负。那我们来看另一桌，节奏很快。我们来看另一桌的第20副。另一桌的第20副，最后是以南家的3梅花，对，3梅花成合约。那南北方有8张梅花，所以叫到3梅花是正常合理的。那我们看这个另一桌，它的叫牌过程就显示，不是只有一方在表演，这种就是双方有在叫牌中做竞争。最后是以南家抢到了3梅花，作为这个合约叫牌的终点。那另一桌的北家也顺利的完成3梅花。好，那至于会不会产生什么胜负，我们就待主桌这副牌打完再回来看。好，主桌现在北家张庄，南家是孟家，但先攻的东家反而是迟迟没有出第一张牌，他的思考点可能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他先出一个，现在不是东家在想，现在是西家在想。西家在想，因为你看这个10号没有，那你没看到很正常，因为你也没注意到刚刚那牌，他刚刚出牌第一张是东家出红心10，对，西家盖过黑桃，盖过红心，好，所以西家吃到，西家在考虑要怎么攻击。那你看为什么西家红心这么强不继续攻？因为他知道庄家一定有红心的大牌，我现在就算打红心，把红心打大，我西家已经没有大牌上手吃这些红心了，是，所以刚刚西家在考虑，这个红心虽然好，再打也没有用，对，所以他就考虑去打旁门。好，他先打一个，他就该打黑桃，对，最小的，他拥有最小的牌面，对，好，那这个应该是会成约。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另一桌第21副，快速先看一下右下角另一桌这21副。他们是打到3方块，也是顺利成约的哈。好，那等一下再来对照主桌的表现。我们现在来直接看一下另一桌好了，进行节奏很快。另一桌已经进行到了22牌，那他们呢在主打4黑桃，4黑桃东家为庄，然后目前防守方赢到了2邓，对。然后呢，防守方至少还可以赢到一个王牌 A， 但是看起来王牌 A 应该是他最后一个赢的。庄家现在打出梅花，孟家用王吃，这时候只要再敲一个王牌，东家应该是用黑桃解。哦，他打小，我觉得他可能按错了，应该是这个了，是。不太可能打小，不太可能打小。OK， 好，这边摊牌了，哇，加620哦。好，但是我们可以画面上看一下，它这个620会不会产生胜负？必须要等待主桌的，对，必须要等待。但是呢，可以预测一下，怎么预测？我们看看这个620是不是必然的结果？如果这个4黑桃其实有机会当，那做成了就有可能有胜负。好，一样我点个双孟家分析。我们看这个双孟家分析，这个4黑桃，它的显示是，如果防守方手攻黑桃、红心或梅花，都是有机会击垮的，唯独手攻方块是会做成。那他实际攻了什么呢？攻了红心，照理是可以击垮，但是呢，
最后还是让庄家做成了，所以说呢，这把牌是有可能有胜负的。好，那我们就等到另一桌进行到这里再来看。好，我们现在看这23牌，我们现在移转到是另一桌啊。另一桌呢，北家开喊 ENT 取得了合约。这副牌北家12点，南家10点，所以南北方总共22点，22对18就是一个双方略有差距，但差异不是非常大，大概6-4比。对，那所以说，这种牌呢，这种牌力的分布，哪一方抢到合约都不奇怪。我们看一下双梦家分析，双梦分就表示这一牌呢，大概在成约与倒约之间，对，很接近啊。对对。好，目前都是稳定的成约的打法，目前几乎都是可以成约的。但是我们看到可以成约，那是指他全部都做对决定。是，他没看到牌的不一定。这是电脑帮我们算的最佳结果。但是选手不一定会这样出，是对他可能关键就在梅花上，就是我们看得到这个梅花分布，但是选手看不到。选手在处理梅花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猜对大牌分布，他可能在梅花上要遭受损失。好，这一桌打得比较快速的哈，现在关键来了，哦，这一定会响。现在关键就是在于出 Q 还是出10。是，你看不看得出来出哪张会成功？电脑告诉我们出 Q 会成功啊！对了，对，是应该把那个双盘点掉，因为你看啊，现在如果出10，西家就 take 吃，对，但是如果出 Q 对他不知道，但是他不知道，你看猜错了，对他猜错了。哦，所以刚才因为这个人为的一个考量哦，所以现在又回到了刚好成约的状况。对，因为呢，刚刚是如果猜对可以吃多一顿，他因为猜错，目前少一顿，是，但是还是不会大。还是他连这个都估算了，他就先不要冒险，他就是走一个比较稳的。倒也不是，倒也不是，他纯粹就是猜错，猜错。OK， 没有线索猜错。是，我想说哇，他可以这个预判电脑的预判就太厉害了。好，这里没牌出了，所以只能出一个黑桃6来垫。然后这边你看又有差距了，出 K 跟出6哈，就会有，这一次就稳了。没有选择出6，牺牲掉这一等，现在只出 K。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庄家他吃了4等牌。还有2个铁银灯是梅花 A、黑桃 A。他现在呢打一个梅花，他现在只要再打一个梅花，东家 K、Q 9，最后这个8号大一定吃得到。好了，所以他现在不可能打档了。他的第7灯产生了，最后的结果应该就是 ENT 至少可以做成。好，西家跟9，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看看另一桌吧。这就是刚才看到的，现在是第20排。20排刚刚是南北方，他们呢叫到了一个3梅花合约，所以这个其实合约上就有差异。第20排南北方这边，你看我们来看到，它看起来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精彩的竞争教牌。那这一桌呢，没有，这一桌就没有。这周偏保守，南北方就是各叫一次就结束了。对，所以以风格上来讲，我们现在看到主桌这边比较保守一点，另外一桌稍微激进一些。你也可以这样讲。教牌的风格来讲，另一桌呢，就是4个年轻人。对，比较冲。
所以老师以前在当选手的时候，现在也是选手，就是你觉得你的教牌风格会随着年龄的改变而出现一些变化吗？会吗？其实我觉得呢，教牌的风格跟人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你一个个性比较急的人，对，教牌风格常常也会比较积极。是，个性比较稳重保守的，常常反映他的教牌也是会比较保守。像我就是教牌风格比较积极的，比较激进一点。对。但是随着经验的累积，还是会有一些调整。是，对，因为你这个经验会形成你的资料库。没错。那你有些行动做多了，对，看到了某一个牌型，哇，这个牌型我熟，然后你常常不利，你会把经验拿出来检视，是，那这会有些调整。所以其实经验蛮重要的。没错，这个经验就真的不能走捷径，就是庞大的训练量了。那当然了，有一些方法可以减少走一点路，比如说你有好的教练指导你，是，他可以提前把经验分享给你，是，你可以少走一点路，是少走一点歪路，这也是的，对。那我们台湾现在以这个，像老师有在培训营嘛？那我们有没有俱乐部的形式呢？现在我们的你说俱乐部就有点像是侨会，对，侨会是有的，是，但是通常都比较没有商业色彩。是，像中国大陆他们的很多俱乐部，它是带着商业色彩，可能有企业在赞助，甚至要赞助侨手、侨队，养一支侨队，职业侨队。像中国很多职业侨手就是效力于各个俱乐部。台湾的侨会比较是以交易性质居多，交易性质，它就固定办活动、办比赛，本身并没有走到商业，就商业化的色彩没有那么浓厚了。对。好，这里就也是小分数摊牌了，对。就是呢，另一桌是三梅花成约，这一桌他们是 ENT 成约，同样都是成约，分数有点小小的差异。对，现在双方的两个牌型，目前看来最关键的还是发生在第17副牌的那个7哈，对，比较大。其他真的都是只有 EIMP 的这种差异，小打小闹。对，可以这样讲。所以还在等待一个牌型，看看有没有一波逆转的机会。有时候有没有老师的这种接近，就是前面都是很接近，都是小打小闹，然后结果后面等到了几个可以做大的机会，有可能一波逆转。有啊，也是有这样的状况。我们牌打够多了，顺利的有过，逆境也有过。是，前面有一些小赢，有一些优势的，对，4牌输掉30-40分的也常见，也是常见。对，所以真的要打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对的。好，第21副牌我们来看，北家先 pass， 把主动权先看看其他家的喊法。东家非常的明显，把自己的方块优势都展露无遗。好，我们看一下右下角哈，对照一下。另一桌呢，东西方最后是以3方块结束了合约。3方块就是一个部分合约，对，所以他刚好完成110分，这不是很大的分数。那么东西方，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可能得更高的分数。如果他有更高分数的潜力，那只得110，有点可惜，就是可惜，就浪费这个牌型。对，那我们来看看东西方有没有更高可能的分数。5方块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来看看东西方有没有可能4呢？拼一个4方块也没有成局，要到5，所以我们是先看5方块。OK， 那5方块如果不可能，我们其次就看东西方有没有可能3-5王。3-5王可以吃6个方块，一个梅花 A 7副。但是呢，黑桃红心产生不了银盾，所以第21排东西方3方块取得合约完成，已经是一个他们相当于将近最佳的结果。最佳解了。尤其是我们看这个双梦家，是双梦家显示呢，大部分的防守都是刚好成约，甚至还有少部分的攻击可以击垮3方块，所以在这种前提下，3方块做成已经是东西方的最佳结果。是。好，那这边目前看起来可能有变局哦，因为北家喊出了赌背，然后东家 pass， 那看南家张董怎么喊。他这个赌背呢是在请同伴叫牌，是，而不是觉得2方块会跨越。所以这把牌我们来看一下，它就是东家1方块，西家1黑桃，东家2方块。
南家怕死，西家怕死，北家如果再怕死，两方块就会取得合约。对，所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黄光辉先生他评估觉得二方块这个合约太容易，对方太容易成立了，所以他就叫一个 double。这 double 就是请同伴叫牌，是，那看看能不能我方抢到合约，或者是至少推高敌方的合约。OK， 张董转成红心，但是西家继续坚守他们方块，所以跟另外一桌一样，最终是以方块3方块殊途同归。对，那就看看待会合约上的架构一样，但出牌的顺序看看可不可以就跟另外一桌要完成一个最佳出牌的最佳解这样。它跟这个手工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把牌呢，我们来看到东西方打方块合约，至少可以赢到6等方块，梅花 A 7等，还需要2等。那取得2等，很简单的其中一个做法是，由孟家去王吃东家的红心。那么防守方如果要对抗庄家这种打法，最厉害的就是手工王牌，因为手工王牌可以削减孟家王吃红心的能力。那我们看我们张董事长枪还是老的辣，是，你看他就攻出来了。我们来看另一桌，同样的牌，你看另一桌就没攻出来，另一桌手工梅花6，梅花对。那这一桌呢，张董就攻出了方块，他就削减。那他们只要每次上手，北家是没有王牌可以再攻的，可是呢，只要南家上手，张董继续攻王牌，他就可以不断的削弱庄家王吃红心的能力。所以目前这一桌，张董跟黄先生是有机会击垮的哦，击垮合约的哦。所以这一个方块8的先攻还蛮漂亮的，蛮漂亮的。那如果他们击垮了3方块，可以至少得到50到100分。那与另一桌的110加起来，就可以产生160到210分。它会折合4到5个 INP。哦，那也不错，也不错。虽然不是很多，但是问题是他们目前处于落后，能拿个4、5个 INP 回来，就把比数拉近。是。好，主桌持续在出牌，现在是红心，所以你看啊，庄家要做的事就是赶快打红心，他想把孟家红心打完以后，消耗掉以后，他就可以用东家的红心打给西家王吃。现在呢，我们看到北家最成功的防守就是低赢一个小黑桃，对，南家就可以 K 吃进，南家 K 吃进之后就再打方块，再削减一次，然后等一下呢，庄家再打红心，南家进手就可以再削减一次。是，但是现在北家并没有做出这个防守，对，他怕黑桃 K 在庄家手上，所以先选择丢最大的 A。对，他现在打这个黑桃 A 之后，看起来就比较难击垮了。我预测一下，双梦家现在应该显示大概是会成。他没有在这个过来就不行了。现在南家的张董他缺乏2次进手张去再敲2个王，击垮3方块的关键是南家必须进手2次，每次都去打方块，趁着孟家红心被消耗完，对，打王吃之前去打。那南家唯一的2次进手就是黑桃跟红心，但是现在北家黑桃 A 把南家的黑桃 K 进手给去除掉，因为庄家就1张黑桃。好，所以目前就会偏向这个合约轻松成立的一个状况哈。桌上是不觉得轻松啊，对了，但是实际上是会成的。就是庄家当然看起来也是前途未卜，对，但是呢，我们看实际大概是可以的，是因为现在过不来了。所以玩家的出牌选择还是会影响蛮多后期的走势的。对的。现在就是红心过来再清一次王，然后呢，庄家再打红心，王吃这个红心也就掉落，庄家的红心 Q 就大了。这样子21副牌就会由夫妻档好奇与狗拿下这个，就会得分，对，得分。但是就没什么胜负，是小分了，就是把这个稳稳的拿下，然后回来，然后持续再看，对，不产生胜负了，是有点可惜了。
可惜了这个张董这么精彩的手对对，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有时候也判断了，防守有盲点啊。对，防守因为看不像我们看到4家牌嘛。是。哇，这个思考的比较久齁。黄光辉先生真是台湾乔坛的国宝，是他已经80几岁了，很多人都会觉得说，80几岁了，头脑还清楚吗？对，非常清楚，很厉害，比我们年轻人还清楚，而且他还是可以呢，就是说保持很好的体力。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也很奇妙，有可能是像张董还有黄老师他们本身这个天生的这个基因就好，那也可能是因为后天透过这个桥牌的系统性的训练导致他们在同龄人里面，他们的脑袋啊清晰度都还是维持得很好。是的，因为以我们家的老人家来说，像我爷爷奶奶年龄比较大的时候，他们以前还是会喜欢打麻将摸2圈，有在打麻将的老人家头脑也会比较清楚。对的。但后来随着一些这个生活形态的改变啊，少打之后，少跟人沟通交流之后，感觉他们的那个脑袋退化的速度就变得比较明显。打麻将或打桥牌都还有一个很重要可以活化脑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他因为手指不断的接触牌，对，和刺激末梢神经，所以这个对健康是有帮助的。以这点来讲，可能麻将又更好，因为扑克牌它的牌面是平的，对，都一样，那个还可以摸一下，因为它上面有纹路凹进去，对，所以它的对末梢神经刺激再强大一点。哇，那个厉害的老人家一摸就知道是什么牌，他也不用看，对，它的摩擦过去刺激的比较大，是。那他们的话呢，也是因为一直动脑，对，所以说他们脑筋也是很灵活。所以桥牌这项运动也是可以从年轻一路打到老，就没有问题。对的，对。像这个2届亚运，2018的雅加达亚运跟2023的杭州亚运，对。我确定有一件事情，一定是桥牌双纪录，就是在当届亚运里面年龄最高的选手，一定是出现在亚运里面，是出现在那个桥牌里面。好，目前的牌型是往这个刚好完成合约的情势在发展。双方还是谨慎的出牌，就怕有什么变数。当然，这是我们看的情况。但如果现在北家选择打6，现在我们的双盟家判断不一样喽。因为刚刚黄光辉先生他打黑桃的时候，对。庄家他做了一个我们看起来是会失败的一个选择，是。他刚刚应该王吃继续打红心，我刚刚不是说吗？南家缺乏2次进手张，所以黄光辉先生打黑桃的时候，东家没有王吃，让南家进手，所以现在还会掉一顿，还会掉一灯，现在的状况。对，现在就可以计划合约了。所以胜负又出现了。所以其实场上的胜负其实契机常常在扭转，很难预测的。好，现在这个3万块应该就是倒1，庄家还要再输一顿红心。他打到梅花去，最后是输在梅花上。我们其实也蛮少看到这样整个全部打完的一轮，有时候打到中间胜负就已经很明显，就会选择摊牌，这是直接走完这一排就是合约虽然小，对，但是攻防复杂。对。所以你看，产生了4个 IMP 的差距。智慧队追回了4分。哇，漂亮的一手刚才落后还蛮多的，一下追回4分。目前在我们这个是 VP 嘛？对啊，不是 IMP，我们 IMP 现在就是东西家，台大智慧是6分，智慧是6分，小小落后2分。我们来看到这个主桌这个2方块，它就跟刚刚
它就跟刚刚这个，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右下角，它就跟19牌开这2方块意思是一样，它是一门的高花，只是刚刚19牌它是红心，这把是黑桃，因为可能有一个名词主持人可能刚刚没有很了解，高花就是指黑桃或红心，对，就是两个位阶比较高的花色，比较位较高的花色，所以它这2方块叫做，它就是一门高花，至于是哪一门，暂时不知道，张董的牌型就蛮均衡的哈，它的大数字是在黑桃，然后梅花跟方块各有4个，是一种比较均衡的牌型。这一把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另一桌的东西方呢是交到4黑桃完成，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防守，我们看右下角双梦家分析，大部分的防守都是可以击垮4黑桃，所以我们说刚才就预测这一把是可能产生胜负的。所以南家喊出了 double， 然后西家继续做3黑桃的追价。这个3黑桃啊，我们说一下，它还是很有趣的。东家是一门高花，也就是黑桃或红心。对，其实西家目前并不知道东家是黑桃或红心，他在跟他做确认嘛。对，他这3黑桃意思是，同伴，你如果是黑桃，对，我们就打3；是，你如果是红心，请你改到4。你看嘛，西家牌很符合。是，要是你是红心，我的红心更好。对，所以这2门高花牌就是可以他们发挥的。对，就是你如果是黑桃，我够打3线。是，你如果是红心，我可以打4，可以打4线。这种叫牌有一个术语，叫做 pass or correct。就说你如果是你就 pass， 对，你如果不是，请你 correct， 请你修正。很浅显易懂的一个方式哈。好，那北这边思考的比较久，北的优势当然很明显是在梅花上面。对，但是为什么他想这么久？因为他现在要叫梅花，至少要叫4，是他必须要加价。对，那他就越过了一个我们刚刚说，你是低花配合的时候，常常会选无王。所以也就是，所以3无王也是有一个选择性的。对，但是问题是，北家现在面临这个问题，他很麻烦，他要叫3无王，可是他在高花上并没有大牌。对，因为我们刚刚说低花配合，却选择无王的前提是你不能有一门弱点。这边选择冲一波。但是呢，北家就是看不清有没有弱点，所以他选择4梅花。对，相信自己的牌型，所以这一把又要产生大输赢了。22牌在另一桌呢，东西方完成了4黑桃，这边呢，黄先生跟张董也抢到了合约，不管他有没有做成，这一牌都要大赢了，因为他们的队友已经得了620，也就是说这一场他们这一排只要不被得620，他们就会赢。是，他现在喊这个4梅花，他就算垮掉，对，也输不了多少，也输不了啥，是。当然，这是我们的看法，他们也不知道另一桌发生了什么情况。对的，只是我们知道。对，他这盘产生一个大赢。是，像这种就很舒服了。对，这可不可以说是，虽然还不能说赢哈，但是有点那个躺赢的一个状况，因为对，因为你另一边已经是拿一样的牌型获胜了。来，我们来看，那我们预测一下合约结果。目前南北方赢了3等，还有4个梅花，有7等。方块呢，对，这样打过来，至少可以吃到一个 K 8等。黑桃可以吃到一个 K 9等，也就是说，南北方这个4梅花，它介于成约到倒1之间，它最多就输50分，它如果倒1输50分，这一牌也赢570，要是被他做成了，那这一牌要赢700多分，所以这一排呢，智慧队可以赢回11分到12分，哇，那就是一个很补的，对第22副牌哈，它产生了一个很大的 swing。是。
看到东西方向赢了好，这边被接受了服务师。好，果然你看画面上，他们得到了11分，这时候已经反超对方，反超了耶，而且是大局哦。对，大局漂亮。我们看一下哦，他这个大分数是出现在1、2、3、4、5、6、7第8副牌。第8副牌，所以有的时候打牌要有耐心。对啊，有的时候呢，等着哈就来了。他会前面没有大输赢，他心里会急。对，会急之后就是失误，就反而自己送了大分。有的时候要有点耐心。好，我们的比赛哈慢慢持续，这一圈我们会一路打到第28副，所以现在也是过半的一个状况。好，第23排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南北方22点，另一桌呢是北加做 ENT 做成。我们看这个不太会有大输赢，我们可以花点时间直接来看第24排。第24排很容易有大输赢，因为24排我们看到画面，另一桌是东西方叫了一个小满贯倒1，满贯跨越都很容易有大输赢的。是，我们看看另一桌的过程。另一桌东西方叫到了这个6红星，看起来合约还可以。他怎么当掉的呢？我们来看右下角，庄家梅花上丢了2吨。那我们回到主桌看看，主桌先攻的是5红星，他只有2张红星哦，先出高的。好，我们看这个23排，另一桌呢是北加 ENT， 这一桌是南加 ENT， 所以合约是一样的，不管成或当，如果成约就没什么输赢，跨约产生的输赢有，但也不会非常大。比较大的输赢会产生在下一副。对，所以这一副23偏一个保守的局面。对，它是一个不会有太大的输赢。好，不过在此时我们发现场边进行了人员的更换哦。刚才黄光辉先生就是换下去了，现在场上坐的是刚才替补上来的另外一位台大智慧的。他应该不是换下去，他不是换下去哈，他是找，他最可能是去上厕所。对，就是已经进入到孟家的状况，然后去上个厕所。对，因为这里讲一样东西，桥牌不能换人，不能换人。所以目前我们看到这位就是算是他的操作员，对，就是他帮忙一下，帮忙出牌的人是。桥牌在一场结束之后，钱是不能换人，不能换钱，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打完这一圈，我们才可以做更换。这里讲个有趣的事情好了，抽空讲个有趣的事。在正式国际赛，现在呢，他为了怕你换人，你上厕所期间，对，去做一些问题，对。比如说你到了场外，对，那交流讯息怎么办？是。所以第一个，厕所有特别安排，他们就是选手专门的厕所是。然后呢，但是为了怕你有没有可能跑到厕所去，各种方式做暗号或是各种有讯息，是。现在有个很有趣、很可爱的规定，现在常常用。你如果要上厕所，对，要跟同桌一个对手一起去。哦，2个人一起去。那说要同性别。那如果没有同性别，主办单位派一个同性别的陪你去。他算是监督者吗？对，你可以这样说。这可以算是一个监督者这样子。所以也是大会在很多的这个状况下，这
统筹出的状况，上厕所的选手在国际大赛的时候会有一些为了公平公正的状况会有陪同啊。那当然我们这个超级大专杯是以大家切磋交流为主所以就也不需要做到这个程度。那因为有些排手的年龄比较大，那他们去上厕所的时候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为了不影响赛事的稳定进行，我们场边也是有一些算是志工嘛，就是在帮忙选手出牌。当然这个情况是原定选手的位置已经是这个孟加的位置了，他不需要做思考，就是听指挥的方式，所以也就没有这个换人的这个疑虑。是的。好，这个 ENT 的合约目前按照牌型这样持续稳稳走下去，应该变局不大。西甲已经没有红心了，只能垫。我们看一下双梦家的分析，现在大部分都是以完成合约为主要的几率当然，如果还是有一些小情况，多半是会成，多半是能做成。是。好，我们看一下洪光辉先生已经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当然，他也是持续的由张董在主导南北家的出牌。这主持人我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刚刚前面没什么胜负。对。胜负看来在下半场。对，目前看起来是这样。连续几副都可能有胜负。24牌满贯倒一，25牌另一桌，我们年轻的对手2NT加1。2NT 不是成局，是部分合约。是。那如果张董跟黄先生他们叫到3NT，就又可以赢到1牌。然后再来26牌，26牌这边呢又有一个 ENT 倒3，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失。然后27牌产生了赌背倒2的成绩，所以后面开始精彩了起来。是，哇！不过也不得不讲，另一桌的进度真的快很多所以有时候快跟慢可以差到3副牌。其实在这个尤其可能，因为张董跟黄先生他们节奏偏慢，在桌上一定节奏偏慢一些。黄先生谨慎，是张董他毕竟年纪比较大，对，这个都可以理解，所以他就是可能又会更小心。是，所以他们在桌节奏比较慢。对，另一桌的比较年轻，是年轻快，年轻的人节奏常比较快。是。不过观众朋友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是主桌的转播，所以我们一定会把他们这一桌的最后全部的14副牌型走完就不会像刚才有一些情况，就会是主桌打得比较快，那他们先行离场了，但是因为还要看另外一桌的状况，而没有办法决定那一轮的胜局。我们这一局一定是确定主桌打完之后的情况。当然，刚才前面也有跟大家讲过，这个只是我们这个校友跟跨校级别的第4 round 而已，所以今天打完这个积分的状况也是过了一半而已。我们依旧是会看明天8月10号礼拜天剩下的3轮来确认最后的成绩。当然，明天主办单位也会一个小小的颁奖典礼，我们再看最后是谁能够站上颁奖台。好，这一步就要看好奇跟够这对夫妻档的表现。他们的机会来了对，另一桌呢，对手用红心倒一。那么呢，如果好奇跟够，他们可以忍住不要上去，对，就可以赢到。如果也叫上6红心，就会是差不多的结果，是形成一个平
平排在平排在这个桥牌数以上，这种 push。好，所以现在东西家的状况哈是牌型上比较明显，所以很明显就是由东西家这对夫妻档持续在沟通他们的牌型，在交流。南北的黄董跟黄光辉先生，张董跟黄光辉先生就只能比较被动的防守了。这一副牌对他们来说，南北家就是防家的一个状况。这副牌就是完全看东西方对表演了。好，目前最后是以4红星最后完成成立。好，这个狗跟这个好基停下来了，他们的合约停在安全边际，安全的4红星。是。那因为也没公主梅花，他们反而可以超打2等。他们可以吃到另一桌想吃到的结果。哦，那一个大机会就来了。没有，今天已经一定赢。一定赢。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吃蛇灯，另一桌不行？这是跟防守合约的影响有关。另一桌防守6线，防守满贯，会比较积极。对，这一桌对手防守4线，他不会那样做。所以这一桌等一下应该就是4红星加2的结果。哇，直接很快哈就出来了。蛇灯是。哎，你看这里4红星加2。哇，那这样子，东西家这样一追上来，哇，我们的 IMP 又有悬念喽，小将有反超了。是，这一场很精彩，拉锯战。而且很快，他们才打了大概出了3等之后，就马上计算出那个声称的结果了哈。因为他过程不太会有什么变化。对，他打的合约又低又安全。那通常这个声称结果通常是谁先算出来，谁就来指明吗？还是通常都是只有庄家可以。庄家可以，因为庄家看2家牌。是，他资讯比较够。对，他有OK。偶尔也会有房家，他知道状况算出来，但是房家比较少这样。是，因为比较冒险。因为房家必须要完全能掌控结果，对，但是他看不到罗曼牌，他不清楚。是。你如果摊牌可能万一搞错了，对，就是错了，那就是我们麻将的炸胡啊，是这样，是，或者是庄家可以指称，你这样可能你暗示了你同伴，你同伴因为你也可能得到了讯息，所以方家很少可能是，通常都是由庄家来发的。对，好，这一副25副就是我们说的，另一桌南北方没有交到3NT，那交上去合不合理？南加14点，北加10点，10对14是一个边缘，边缘的3NT。这一排呢，南北方会交到3NT，是，因为你看它过程，我们的老将这一排反而比较积极，他拿北加牌10点牌来开交，你看另一桌北加牌没有开交，北加一旦开交，南加有14点，必然交上去。是，所以这一副就跟刚才很不一样，刚才是东西家的表演，这边换南北家来表演了。但是这个边缘的3NT，要打成，就是也是要点技术。是。好，喊出了3NT，北加为庄。但对黄先生来讲，这其实小菜一碟。小菜一碟。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先攻的东家先丢出了梅花 Q，
丢自己梅花最大的牌型。东西方可以建立3邓梅花，对，北家一定可以挡一个，因为它梅花 K 是，也就是4减1嘛。你要给北家吃1邓，东家可以吃3个梅花，庄家只要连打方块 AK， 他可以击落这个 Q， 接着手上98去顶给东家这个吃，可以建立方块，所以庄家可以吃到4个方块，梅花 K、红心 AK、黑桃 AK， 这个3人题就轻松成约。是。那这一把呢，也不存在着其他变化，因为庄家只有这个方法，对他没有王他没有吃的，其他选择对他没有王吃的状况，他也没有其他找赢的选择，是，这就是一般我们常常讲的弯位，是弯位只有一条路，所以后面就是一个常规操作的轮流出牌。对的，啊，他没有选择的空间，有的牌有选择的空间，就像刚刚我们看到，是梅花出过去，出 Q 出10，那有选择空间。那像这样的运作，大概 run 到几邓，差不多就庄家就可以声明摊牌了。他这把要到他打出方块来，方块啊，因为他没有打方块前，他不像我们知道，对，方块可以吃到4这么多是。好，这边好奇想了一下，出9，那黄光辉先生还是出 K 把这一顿收下，然后继续出方块，然后观察到了现在方块的局势哈。南北家连续的方块追击，再下2邓啊！我跟你预测一下，10到15秒内一定可以。对，是，就是很快了。他把梅花打完，是梅花打完以后就可以了。东家现在吃到1个方块，继续打梅花可以吃这3个，3个吃完之后就可以了。我们附带一提哦，其实 Clan 的时机也是个学问，也是个学问哦。看 Clan 的时机，有时候可以看出巧手的程度。对，因为他已经经过一轮计算了嘛。对，就是过早或者是太晚，对，就表示你没抓那么精准。是。如果他 Clan 的时机都很精准，对，就表示其实他计算是很清楚。是，他脑里已经都过一遍了。对，他不会过早 Clan，但是能够不要浪费时间，是，他也绝不浪费。所以有时候透过转播发现选手 claim 的时间，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他现在是正在状况里面哦，还是有时候可能会晚1-2个回合，他才算出来，就可以判断说，这个选手现在是不是一个思考的状况。毕竟一整天的赛程，我相信这个血肉之躯哈，大家一定是状况会有好的情况，跟会有比较差的情况。刚刚的确是这样，梅花打完就 Clan。对。我题外话讲个有趣点的东西。是。Clan 的确精准，Clan可以节省时间。但有的庄家故意不 Clan，是影响，他就可以影响一下对手啊。我让你浪费脑力。其实你打不垮我。对。但你不知道。对，我让你消耗你是。反正我不急。对。但我也没有那么没品打完啦，我就是故意在消耗你1-2个回合这样子，积少成多这样子。你不能说我怎样嘛？对啊，因为我没算出来啊。我没看到。是。好，进入到第26副了，我们开始到尾巴了。26副就是我刚刚说，产生一个有身加当3，有身加当3，300分，这都可能是明显输赢的一个可能。所以目前以 BBO 秀给我们的资讯，我们主桌外的另外一桌，他们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吗？还是已经打完了，甚至打完了。OK。好，我们的这个牌型的另外一桌年轻组已经是跑完了第28副牌了，所以最终的结果我们就看主桌这边会怎么样来把握。好，我们看合约组，合约不一样了。
桌南北打2黑桃，另一桌北加打ENT， 合约就不同。对，黑桃的牌数也没有说很多，虽然27张，就我们说他其实不到合格的王牌，但是竞争过程中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变数。对，不是他不见得一定找到8张。对对，就是7张只是不理想，但是他没有别的8张，是，所以他也不算搞错。如果你有8张，却找到7张，对，那就是不好的选择。我看一下，现在电脑告诉我们的情况。哇，甚至有丢掉3凳的可能呢。而且张董是打出了这个决定。好，好奇这边在思考，要不要出这一张黑桃的 A。我发现主持人也越来越内行了，你要看对他在想什么？是吗？是这样子哈。因为毕竟我们透过可以观察到4家的牌型，大概好，还是决定把自己的底牌给压出来。我们刚好奇做的是最正确的防守，是。刚才那一灯不能丢哈。好，黄老师把最后一张黑桃，把最后一张红心给打出来。这是张董打的。哦，张董，庄家在这边是在控制。好，好奇再拿下一个，继续打红心。那这个时候的电，我们有什么办法？梅花跟方块，它不是电，这张红心现在是大的，庄家只能王吃，庄家也可以电，对，电的话就被红心吃到，是，可是庄家王吃，王就比较短，所以好奇采取一个逼迫庄家王吃的策略，是。那王吃的选择，我们就有10跟 Q， 目前都是牌面上最大的状况，但张董看不到，所以他在思考要先给哪一个。目前大数字的黑桃都已经被消耗的七七八八了，在孟家这边还有2张。所以打哪一张其实影响都不大，但是思考一下。
刚好也现在这个时辰，我们现在也打到快将近6点钟，所以选手们比完就刚好可以接着吃完饭。对啊，会不会以前利用这样的时间打完之后，因为像有一些人他们时间宝贵，他可能也没有办法什么吃完饭再开会，就利用吃饭的时间，大家把刚才今天的表现复盘一下，顺便当聚个餐这样子。当然了，就吃饭配牌嘛。吃饭配牌是，哇，那这饭吃的也是要继续动脑啊。但喜欢打牌的人通常都乐此不疲。是。哦，所以刚才那个电牌没有选择电牌，对他选择没有，他没有选择往吃啊，他不想失去王牌的控制。思考了很久，最后是垫了方块的出去。好，这边往吃，然后再给一张王，消耗一下。好，后面这梅花就可以都好，下成功的结果赢得了5等，虽然负3把，对，但是不许没有胜负，没有胜负哈。这一排有胜负了，27排，27。我们看另一桌，另一桌的过程是南北方主动交到5方块，被东家 double 倒2，产生了300分的输分。所以另一桌的结果是一个对智慧队比较有利的。OK， 好，那就看智慧有没有把握住这个牌型的机会哦。他们刚才力挽狂澜，完成了一个 push 哦，300跟300的抵消。这一排也是属于南北方表演，也是南北方的表演，可能有一些有一些竞争。是，所以应该说看南方表现。因为其实东西的黑桃也是非常强力的，但东西牌力不够。除了黑桃之外，其他花色比较分散。北加10点，南加14，所以南北有24点，南北力量优势。好，现在持续在叫牌，利用叫牌给予资讯。南家叫的蛮积极的，从梅花转为黑桃，再转到方块，现在西家再喊出了3黑桃。如果看另外一家没意外的话，下一个又会继续叫回到方块上。主持人，我们看一下另一桌，很有趣。另一桌的过程，北家交易黑桃。对，黑桃明明是东西的，北家只有2张黑桃，他为什么会交易黑桃？在透露资讯。不是，我们点一下，它黑桃特殊意思，你点下去，它有解释，这黑桃是方块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你制度越来越特别，你本身有记忆的成本，要是忘记了，就很麻烦。是，所以要背的东西也蛮多的。对的。这一桌张董跟黄先生他们的制度应该比较简单。好，最后是以4方块成立哦，比另外一桌少了1个，少了1点。那智慧队这把要赢了，
因为他只停4方块，对，他的成功率就大。他就算不成功，他没被处罚。也就是他另一桌队友得了300分，他现在打4方块，无论如何，他不会丢超过300分，是稳的哈。所以第27副智慧队的2副牌都有把握住。那对于他们待会就很有机会了，因为现在另外一桌已经打完了，所以所有的胜负悬念都在主桌这边来完成。对，现在智慧队可以再扩大一些领先。所以进入到下午，智慧队把握是不错。我们刚才在赛前，杨老师帮我们去统计了一下这个组别的分数哦。目前看起来是 BTU 的老中青在整体的分数上是有点独走的情况，他们的总 VP 目前是48.48左右。那第2名到第4名呢，其实都还在这个分毫之间了，大家的分差都很接近。那后面的3名稍微落后一些，但是这也只是前3轮的状况。等我们第4轮打完之后，都还会有变局，然后更别说明天还有3轮，所以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有点像打桥牌，有点像马拉松哦。你前面冲得快，不代表你后面还有力。我抽空档看了28牌，28牌也是对智慧队有利，也是有利哦。那最后的2个牌型，现在都我们这些智慧的长者很有机会。你看28牌有另一桌智慧队2个小将，他们牌力比较少，对，却得分是，这就是也是蛮给力的队友。对。而且最有趣的是，现在主桌上的人，他们不知道队友已经把这个优势做给自己了，他们依旧是把他们自己最好的表现打出来，然后要赛后之后大家讨论之后说，哎哇，今天在掌握这样的牌型，大家的表现不错。所以会不会这个赛后的检讨，大家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有啊，对，因为一起复盘之后才发现，哦 ，OK，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现在这个思考比较久。他有时候系统显示4张牌明明出来，但是牌没有立刻被收进去，按一下就没了。按一下，所以是这个显示的问题。但是按了叫不出来。对啊，所以如果转播，我通常不按它。要不按它哈，因为出了之后系统就会自动再更新到出牌的一个状况，所以也不用特别去按。对的。好，这边思考的就比较久，看一下刚刚前面打的一个出牌状况。现在还有大量的梅花，没有大量的黑桃，抱歉，大量的黑桃都还在东西家的手里。出牌换到东家的郭立祥选手。谨慎的在思考。好，这一段由黑桃 Ace 西家的队友拿下。那南北家也都是出自己拥有的小牌，所以也没有被
拿到太多。以现在牌面分析，多半就是倒一，倒一哈，东西方得50分，但是算起来要输250，因为另一桌智慧得了300。对，所以目前综合两边来说，还是智慧占优的。对对，这一牌就是如果是250啊，智慧就是在追加6分。所以赢面现在是非常的理想哦，只要不要有巨大的失误的话。不会了，最后一排没有失误空间。而且最后一排牌型都非常的清楚。智慧的队友是表现是 OK。对，所以这场就是智慧赢，只是看赢多赢少。是。好，这边被声称了9吨，果然是负50，但是就像老师说的，刚才我们另外一边有300啊，所以300减50还有250的进账，折合6分。对，换成 IMP 的话就是有6分。所以现在 IMP 的累积，我们看到是29比19喽。解释一下为什么最后一排我们说智慧队表现比较好。北加13点，南加9点，所以南北方22，东西方只有18，力量是南北方略优。可是我们看另一桌，东西方一黑桃就得到合约，而且做成还超1，力量少，网牌没有8张还得分，这当然是不错的表现。对，他们把自己比较劣势的牌反打成了优势哦。所以以牌型来讲，我们看到智慧这边其实有点倒吃甘蔗的感觉。对，后面几个对于他们比较优势的牌型都有把握住，然后前面比较劣势的牌型也守住，让自己失去的分数都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哦。你看这一盘进行到目前是一样的，就看张董最后是不是跟另一桌一样，也不叫。好，现在张忠谋先生还在思考关键最后的一个角牌哦，好，喊出了 pass， 所以跟另外一桌一样，都是一样，对，结果一样，因为他们有身价，比较危险，所以张董大概决定就保守一点。是，好，让这样子让西家的一黑桃合约成立。那所以这一排智慧队已经立于不败之地。是，他们要阻断这个合约是。不是因为队友已经得分了嘛？对，你现在对手最多就得分，是，你也得不了比我多。这一排最多就 push， 没错，像他们现在 IMP 领先的是很巨大的10分，所以在两边打完之后，我们的 IMP 就可以再转换成 VP 了嘛？对的。啊，比赛也刚刚过了下午的6点钟哈，大家打到了 Round 4的最后一副28副牌，打完之后就是各回各家，然后检讨今天的表现，明天还有一天的比赛。哇，真的，现场其他桌都已经结束了，剩下我们主桌还在运作。今天在四维堂也是主办单位也是摆了非常多的桌椅哦，来供全台各地的乔伊爱好者。
我们还有这个所谓的像 QQ 老师打这个 Switch 组，我们老师要不要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没有在转播的这个范围里面，但是他们这个组别的情况是什么？Switch 组哦，Switch 很特别，它是桥牌一种特殊的赛制，对啊，它叫选择循环赛。选择循环赛，它就是对数多，场次没有办法像循环一样每队对一次，对，它每一场把分数接近的安排在一起打，凑一起打啊，所以它又俗称升降赛，是分数高的升上去，分数低的就下面碰这样子。好，最后是加80的状况，智慧队追加1分，智慧队追加1分。好，那我们在第28副牌全部打完之后，目前的 INP 我们这边看起来是智慧队以30比19哦，是胜于 BTU 好奇队了。当然，待会儿要转成这个 VP 的分数，但第4轮看完，我们算是要恭喜台大智慧这边是取得了比较大的优势哦。当然是张宗谋先生搭档黄国威先生，以及另外一桌的陈立珍先生搭档周泽明先生，这个4位牌手都有精彩的发挥，来帮助台大智慧呢，在这个阶段获得了比较些微的优势。不过明天在礼拜天这个10号的赛程，我们还有3轮要进行，所以在这个组别里面，最后呢谁会是最后的赢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我还是想要请我们姚老师帮我们点评一下今天9号今天的赛程，您这样一起看了这么多比赛，然后帮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状况。我觉得今天呢，就是年轻选手的表现也不错，年轻选手表现不错，很给力哈，对，神队友算是神队友了。对啊，世代在交替，世代在交替，就是年轻的人要补上来。那相对来说，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年轻选手的成长，但是在成熟选手方面，像张宗谋先生跟黄宏威先生，他们也是把自己手上的牌稳扎稳打，尤其在前面落后的情况下，在中间关键的第17副完成了一个漂亮的逆转。怎么点评一下我们台大智慧今天的一些稳定的发挥？他们在这一场其实表现真的是非常好，是，尤其是我们要这样想，打到今天最后一场了，对，已经打了这么多牌，是2位80、90岁的老先生还能有这个表现，你还有什么挑剔的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然后也希望大家今天来这个比赛，脑力激荡一下，然后继续维持健康的身体。我们明天在礼拜天8月10号，我们还有这个后面3轮的较量。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雅加达亚运乔艺赛事的混双金牌杨新荣老师，在喉咙还有点状况的情况下，还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精彩的分析。老师也讲了一整天的比赛，回去也是要休息一下我明天还要用好的声音继续帮观众朋友来讲评。好了，我是董进桥，仅代表台亚卫星今天所有目前幕后转播团队，感谢的收看。在明天8月10号，我们的比赛会在早上的9点30分抱歉，是在早上的10点钟会带来转播。那也请大家持续锁定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的 YouTube 转播频道。我们明天再来看谁会是今年超级大专杯最后的乔王乔后。我们明天见。好，谢谢主持人。